把一个普通的煤气罐割开，放入钢珠和火药，最后底部焊入。这样一枚风靡中东战场的煤气罐迫击炮就制成了。而这样的煤气罐，我要有多少有多少。您好，我是中东的，请问你们家的煤气罐怎么卖的？方便的话，你可以先给我们报个价。眼前的男人是刚从蓝星穿越过来，名叫陈凡，并绑定了遥遥领先的系统。由于陈凡父亲百年实业公司生产的煤气罐已经滞销几万在仓库，导致当初入股的亲戚吵着要退股。他叔，你倒是说句话啊！陈克，这可都是我们的棺材本，你可不能不给我们啊！对，这些年你赚了不少钱，不差这点吧？哎，车凡，一会你去市里找个中介，把咱们家那套房子卖了吧。陈凡，你说句话。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我给你们就是了。那你给啊，把钱拿出来再这么说话。没有的话，就赶紧去把房子卖了。110万还用不着卖房子，这钱我1个月内就给你们。要是还不上的话，你们可以拿我家那套房子抵债。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先走了。我这里有录音录像，你可不能反悔。随后，陈凡在外网发布关于煤气罐爆炸科普视频和文章，很快就一个声称中东的老板找到了他。你稍等，我算一下，一个标准煤气罐的价格是70块左右，按照100算，一个40GP 的集装箱大约可以装900个煤气罐，从国内运往中东大约7700块大英王朝币，换算成大夏王朝币是46000块，总成本大约136000左右。平摊下来，每个煤气罐的成本大约在151块大夏王朝币。你好，因为中东距离太远了，货运价格都比煤气罐本身要高了，这边建议您在本地找一下。陈凡并没有直接给对方报价，而且来了一招欲擒故纵，因为他知道那些人当地肯定找不到做煤气罐的工厂。您可以把运费算在一起，给我一个价格就行了。看到对方的消息，陈凡并没有立刻回复消息，而是转头看着陈年说道：爸，去买点菜，今天下午咱爷俩喝点。现在哪还有心情喝？赶紧想个办法卖煤气罐才是真的。嘿嘿，我这不是正卖着的吗？真能往国外卖？这运费都比煤气罐贵了吧？贵他们也要。真的，我怎么不信呢？你不会被骗了吧？见陈年不相信自己的话，陈凡直接给对方回复道：你好，经过核算，如果运往中东的话，我们的价格是200。说完，陈凡把自己刚才跟中东客户的聊天内容用翻译软件翻译过来，给陈年看了一下。运费是多少？一个煤气罐连成本带运费大约在151左右，成本151，卖给他们200块，一个赚49。这要是真成了，利润可就太高了。爸，可不是49啊？就是49啊。爸，在国外，其他王朝可不用大夏王朝币，他们用的可都是大英王朝币。大英王朝币。听到陈凡的话，陈年直接呆住了。要知道大夏王朝币跟大英王朝币的兑换比例可是6比1。哪一个赚300？至少赚300。这不可能的，那边的人都傻吗？怎么可能花这么多钱买煤气罐啊？车夫，你别让人骗了，现在网上骗子很多的。放心吧，爸。随后陈凡回复了买家的信息。我们先要5000个试试，如果好用，以后会长期合作的。您给我们一个账号，我们把钱给您打过去。爸，成了，他们要我银行卡号的。真成了？试试不就知道了。说完，陈凡将自己的银行卡号给对方发了过去，然后又给对方发了一个消息：一个集装箱可以装900个，你们可以要4500或者5400。那就要5400个吧，钱已经给您打过去了。大夏银行，您的银行卡入账大英王朝币108万。恭喜宿主完成初始任务，检测到宿主超额完成任务，特奖励随机抽奖1次。系统抽奖。恭喜宿主获得特种机械驾驶技能。要是能够获得一个超级材料研制方法的话，那就太好了。爸，你看，108万大英王朝币已经到账了。陈年没想到对方竟然连看不来看一下，就直接给他们先把钱打过来了。他们不怕你是骗子们？嘿嘿，他们那边的人都有钱，不差这点。有钱还用煤气罐？这个可能他们喜欢吧。我买菜去，今天晚上咱爷俩好好喝一顿。第二天一早，陈凡昨天联系的那10辆集装箱货车就到村外了。不过陈凡没让他们进来，而是先让股东们先拿钱。陈凡，这么快就把房子卖了吗？你说你房子卖给别人干嘛？还不如押给我们呢。就是啊，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房子卖了，肯定得少卖不少钱吧？直接押给我们，你还不用费那个劲，多好啊！房子卖不卖，卖多少钱，那是我的事情。二婶，你家当初投资了30万，这几年光是分红起码就有60万了吧？当初厂子赚钱，分红是我们应该的。那投资有风险，既然当初赚了钱，你们也得到了分红，那现在赔了钱，你们的钱也应该赔了才是。这我不管，当初是你爸拍着胸脯说能赚钱我们才投资的，总不能让我们赔钱吧？陈凡，你叫我们来不会是不想给我们钱吧？钱肯定会给你们的，但是你们要签署一个股份转让协议，我把30万给你们，你们把股份卖给我，从今以后这个厂跟你们再也没有任何瓜葛。没问题，大侄子，您说咋弄婶子就咋弄。
陈凡拿出提前打印好的股权转让协议，然后将一个黑色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打开黑色塑料袋，里面是一沓沓红彤彤的100元大钞。签字吧，签完了，这钱就是你的了。真的，要不说还得是我大侄子呢，说话办事就是痛快。说完，张翠花连协议内容都没看，就直接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手印。签完之后，张翠花就要伸手去拿那袋子钱。等一下，怎么，我字都已经签完了，你不会想反悔吧？不会，我是觉得为了避免我们双方反悔，你应该和我二叔一起拿这个钱，然后我再拍个视频，你们说一下你们自愿把你们所有股份转让给我。哎呀，我还以为啥事呢，我们家我说了就算，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反悔的。你看什么看，赶紧过来。咱们这样不大好吧？不大好，那咱们这钱不要了，你给我30万。大侄子，你二叔在这，我们都同意把股份转让给你，是不是啊？你们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拍下来。好，我们是自愿将持有的百年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陈凡的。对，我们是自愿把股份转让给陈凡的。这30万是转让金。陈凡，现在可以了吧？可以了。有了张翠花夫妇做榜样，其他人就简单多了，纷纷照着张翠花他们的样子签字、按手印、拍摄视频。你说陈家那套房子得便宜多少钱才能卖得这么快啊？不知道，肯定非常便宜。这爷俩也真是，宁愿便宜了别人，也不愿便宜我们。哎，对了，刚才我看到村口那里停着好多车，你们知道是干嘛的吗？不知道，应该是拉货的吧？咱们村里除了咱们厂哪还有其他厂啊？难不成陈凡把那些煤气罐都卖了？不可能，要是能卖的话，还至于等到现在吗？也是。就在这些人聊天的时候，另一边陈凡已经跟所有人都签完字了，每家人手里都捧着几十万，一个个高兴的不得了。陈凡，咱们这个厂还是不错的，如果有销路的话，肯定还能赚钱。你是个大学生，婶子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把厂子搞起来的。哼，那是一定的。你们把车开过来吧。你说什么？我只是在网上发布煤气罐爆炸视频，结果中东土豪一口气买了几千个煤气罐，而亲戚们都不相信我能把煤气罐卖到国外。当看着一个个煤气罐被装进集装箱里，亲戚他们都傻眼了。难不成陈凡真找到国外买家了？不能吧，运到国外的话，运费都比煤气罐贵了，哪有这样的傻子啊？他不会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吧？我觉得有可能，一定是假装卖出去了，想让我们后悔。对，如果他卖给国内客户的话，我们一查就能查到，所以他才会给一个国外的客户装样子给我们。你说他这是干嘛呀？钱花了，除了装个逼，什么用都没有，还不如好好想想该怎么把欠人的钱还上。对呀，陈凡不是想装吗？那就让他装到底呗。你们忘了，这厂里可是还欠着好几百万外债呢。既然陈凡都已经把生意做到国外了，那自然是有钱还债了。对呀，给我们供应钢材的那个王总，听说因为要不上来钱，工厂也快倒闭了。对，还有给我们供应油漆的那个孙总，听说现在也非常困难。那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来要钱吧，免得到时候这个厂真破产了，他们再把我们一起告了。于是这些人纷纷开始给厂里的供应商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来要钱。用了将近2个小时，动员了整个厂里所有员工，才将这5000多个煤气罐装上集装箱。此时煤气罐厂供应钢材的供应商王凯旋也来到了。陈总，听说你把煤气罐库存卖了，现在手里有钱了吧？对，没想到你消息这么快，煤气罐才刚装车运走，你就来了。那真是太好了，你不知道现在生意太难做了，我都快支撑不下去了。你把钱给我结算一下，我给工人发工资，我厂里都已经快半年没发工资了。没问题，走，我们上楼算一下。看着陈凡和王凯旋上楼，原本想要看陈家笑话的几个人都傻眼了。翠花，我们欠王总多少钱了？差不多有200万了吧。孙总呢？孙总也有50多万，他家那套房子也就能值个300-400万。刚才给了我们200万了，现在他手里最多还有200万。如果他把钱全都给了王总，那一会孙总来看他怎么办？陈总，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竟然能够把他们那些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真是不简单呐。也没什么，好对客户就行了。对了，你算算我们还欠你多少钱？已经算好了，一共220万，这是单据。王凯旋将早已准备好的单据递给陈凡。陈凡看了一眼单据，这个金额跟他之前算的一样，随后给他转钱。陈总，非常感谢啊，你给的这笔钱可是解决我的燃眉之急了。如果没有这笔钱，我那厂子就要倒闭了。那我就先走了，回去赶紧给工人发工资。王总，等一下。陈总还有事吗？王总，你做钢铁时间很长了，认识的人也多，你帮我打听一下，有没有想要卖厂的？陈总，怎么你要收购钢铁厂啊？是的，你也知道现在生意难做，我想买个钢铁厂自己生产钢材，这样成本也能低一些，竞争力也能高一点。陈总，现在不是前几年了，前几年说实话你要买个钢厂，不管生产什么那都赚钱，但是现在这行情和大形势，买了可能就砸手里了。
王哥，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好，不过我还是想试试，也不用太大的，找个小型的就可以。兄弟，你看我那个钢厂怎么样？你哪个？对，跟你老弟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最近这几年我那个钢厂已经赔了1000多万了，实在经营不下去了。本来想着过几年行情应该会好点的，但现在看来短时间内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我这家底也快赔光了，实在是干不动了。你那个钢厂多少钱？当初我投资的时候花了1500多万，年产20万吨，头几年行情好，赚了点。现在行情不好了，想卖也卖不出去。再说厂里还有几十号工人等着吃饭，你要是接手的话，1000万给顶。行，就1000万，咱们签个协议，我先给你100万定金，1个月内我全款给你，但是在这期间，钢厂的使用权归我，所有费用我出。1个月后，如果我不能全款给你，厂还是你的，100万定金我也不要了。啊，兄弟，你可想好了，你王哥这可不是坑你。王哥，你要是同意，我马上去起草合同，签完我立刻给你转钱。不过我有个小要求。什么要求？你也知道，我们家虽然一直在跟钢铁厂打交道做煤气罐，但对于钢材的生产我是一无所知，所以我想着这段时间，你看看能不能帮我看着。兄弟，你放心，这段时间哥给你看着厂子，保证生产出来的钢材质量杠杠的。那就太谢谢老哥了。事情已经谈妥了，俩人直接签字了。这时一个人从外面推门走了进来。王总，你怎么来的这么快？来人是给陈凡他们煤气罐厂供应油漆的孙环。孙总，你来的也挺快啊，哈哈，来，快坐下。陈凡的房子最多能卖300万，已经给了他们那些人200万出去了，剩下的钱根本就不够还给王凯旋，现在又晚来了一步，估计钱肯定已经没了。陈总，你的钱不会都给了王总吧？陈总，我们厂现在也不容易，10几号工人等着发工资呢，你看你今天多少给我拿点，我回去也好给他们发工资啊，要是再发不出工资，那些工人可就要去我家里闹事了。孙总，你放心吧，我这兄弟不差钱，他刚才把我的钢铁厂都收购了，还能差你那180万的吗？什么？陈总把你的钢铁厂收购了？是的，你看才刚签完合同，这有转账记录。陈总，你这是中彩票了吗？孙总，这是陈总的商业机密，你就别管他做什么用了，你只要知道你哪点油漆钱，我兄弟不会差了你的就行了。陈总，要不然你把我的油漆厂也收了吧？孙恒的话让陈凡和王凯旋两个人都有些懵，谁也没想到孙恒能够自己主动提出来卖厂这件事。孙总，我们家生产的钢材是兄弟这边的主要材料，他收购我的钢材厂能够大幅降低成本。你的那个油漆厂虽然我兄弟这边也用得上，可在煤气罐上刷个漆材能用多少油漆啊？为了这买个油漆厂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陈总，对不起，我也是太着急了，所以才胡乱说的。这几年市场越来越正规，用漆多的像是汽车、轮船这种用漆的多行业，早就不用我们这种小厂的油漆了，家用的油漆也都开始使用牌子油漆了。我这种小厂的油漆已经没什么市场了。此时的陈凡正在脑海中查看系统，寻找到技术类一个技能，可以把普通油漆提升为防测速雷达，还可以提升为隐形材料。陈总，刚才是我糊涂了，胡乱说的，你别往心里去，我这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才这么说的，真没有其他的意思。孙红说完，又看向王凯旋，希望他给自己说几句好话。兄弟，你也别生气，孙总就是太着急了，他说的那些情况，你应该也都了解，体谅一下他吧。这时候，陈凡已经在系统当中获取了油漆的升级技术，也想好了一个可行的办法。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我不是有意的，就是一时着急，所以才……这前面的话，前面我就是说，要不你把我的厂也收购了吧？多少钱？兄弟，这不是闹着玩的，现在市面上的油漆也不贵，没必要买个厂回来啊。要是感觉孙总这边的价格高了，那就让孙总给你降价，实在不行，我给你联系一下，但咱真没有必要买个厂啊。王哥，不用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孙哥，你那油漆厂多少钱？陈总，我那厂原本投资也就300来万，你这么帮我，我也跟王总一样，比市场价低一下，150万给你。什么？150万？为了生产煤气罐节约成本，我收购了一家钢铁厂，同时收购一家油漆厂，生产一种能防雷达检测并且可以隐身的油漆。当不看好我的亲戚得知我收购2家厂时，个个都傻眼了。什么？你们的工厂被陈凡收购了？不可能，他那套房子顶多也就能卖300万，光是给我们这些人就给了200万，剩下的100万还不够还你们2个人债的，还收购你们的厂子，这怎么可能呢？咱厂里还有这么多钱吗？有没有你不知道吗？那王总怎么说陈凡把他和孙总的厂都给收购了？哼，收不收购那是我的事情，你们都已经跟厂里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件事跟你们也没有关系了，你们都走吧。陈凡，你没必要这样打肿脸充胖子，厂里什么情况我们又不是不知道，你非要弄这一出干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后悔。后悔？哈哈，好，我等着看你怎么让我们后悔的。王总、孙总，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厂以后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你们要钱的话，就找陈凡要吧。张姐，你就等着后悔吧。
哼，几个钱啊，就把你们收买了。话我已经给你们说明白了，以后你们别来找我们就行了。陈总，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暂时就先维护一下机器设备，把厂里上上下下全都收拾一遍。另外，给所有工人全都定制一套工作服，以后咱们3个厂的工人都穿一样的工作服，这样看起来也正规一些。接下来的几天，陈凡让厂里继续生产煤气罐。现在虽然已经有几万个放在仓库里了，但陈凡觉得肯定不够。这玩意在战场上一天就得消耗几千个，仓库里的那些根本不够用，光是中东客户还是不够。南美、非洲那些地方一直都内乱不断，而且这些地方也都很穷。相比中东地区，煤气罐更适合南美和非洲地区。于是陈凡又开始在网上不断的发帖，暗示引导煤气罐的爆炸威力。经过陈凡的不断努力，这天终于有一个非洲某个势力的人联系上了陈凡。你好，请问怎么样才可以让煤气罐发生你视频当中那样剧烈的爆炸？看到这个人的话，陈凡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不是自己在视频当中表述的不够明白，而是像非洲那些国家和地区里的人，文化知识太低了。随后陈凡开始慢慢的给他引导起来。我们的煤气罐质量是非常好的，正常情况下并不会发生爆炸，但是如果遇到极为强大额外力或者特殊情况下也会发生爆炸。把这条消息发过去之后，过了有1个多小时，对方才回复过来。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了，这边是用石头做，也没爆炸，你是不是骗人的？这些人什么化学知识都不懂，然后随便找个甚至是已经用完了的煤气罐来做这个，能成功才怪。我们的煤气罐质量非常好，一般情况下用石头砸是砸不炸的。那怎么才能让它炸呢？陈凡坐在电脑前看着对方发来的这个灵魂拷问，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你好，我们是正规生产煤气罐的厂家，生产的都是符合国际安全规定的煤气罐。我们不赞成将煤气罐的一头加装撞击引信，里面填满炸药和铁钉碎片，另一头加装尾翼，改装成为炸弹的行为。我们厂所生产的所有煤气罐都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于民用的煤气罐。如果你们需要民用煤气罐，可以跟我联系。如果需要用来做炸弹，那么十分抱歉，我们并不提供这类服务。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半个小时内，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这让陈凡有些失望。哪知道第2天，对方给陈凡回复了消息。您好，经过我们的认证，您说的是对的。我们想要3000个民用煤气罐，请问煤气罐价格是多少？原来对方昨天没有给我回消息，原来是去按照说的话做实验去了。根据估算，3000个煤气罐通过海运到你们那里，大约需要150大英王朝币。可以。半个小时之后，陈凡的手机就提示收到45万大英王朝币，换算成大夏王朝币，也就是270万。第2天，陈凡又联系了3个集装箱货车来到厂里装货。陈凡正招呼工人装车的时候，就看到张翠花站在厂门口往里看。这陈凡不对劲，我得打电话问问小赵去。小赵，厂里最近挺忙啊。张姐，还行吧。小赵，你可得注意啊，我感觉陈凡有可能是骗你们的。你也在厂里干了好几年了，咱们厂这都是夕阳产业了，哪有那多订单啊？别到时候让他骗了还给他数钱呢。电话那头的小赵听到张翠花这话，顿时不乐意了。这个张翠花原来在厂里的时候就仗着自己是股东，整天出个种幺蛾子，现在好不容易走了，竟然还在这里说陈凡坏话。张姐，陈总就算骗我们乐意。您当时可是没骗我们账户里明明还有钱，就是不给我们发工资，还各种扣钱。现在陈总不光提前把工资打到了公户里，还给我们涨了工资和福利，这要是算骗人的话，我还真乐意让他骗。张姐，我这里还很忙，要没事的话我就挂了。说完，小赵就挂掉了电话。他的话让张翠花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看来陈凡是真找到大买家了，而且看样子价格还不便宜，要不然不会给厂里工人有事涨工资有事增加福利的。于是张翠花气呼呼的回到家里，将其他几个股东都叫到家里来。我们都被陈凡那个臭小子骗了，我说他怎么那么好心呢，还把我们之前投资的钱全都给我们了。原来他根本就是早就找好了大客户，故意想把我们踢出厂里，自己赚大钱的。婶子，你这话说的很没道理。当初不是我们这些一起去厂里逼着那父子俩把钱给我们的吗？再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煤气罐早就是夕阳产业了，哪有什么大客户啊？对呀，咱们干了这么多年，这市场上什么行情咱们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们都已经撤股了，人家在赚钱也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你说你没事操那个心干嘛？我估计陈凡也就是找人把那些库存清了。哼，你们这些人真傻，我觉得那就是他们父子给咱们做的局。上次我们刚签完合同，陈凡就装走了5000多个煤气罐，刚才我看着院子里又进去了4车，至少也得3000个，就算一个赚20块钱，这才半个月的时间，他就赚了17、18万了。而且我听会计小赵说，现在陈凡不光给他们涨了工资和福利，还让他们加班加点的干。对了，你们别忘了，上次王总和孙总可是说陈凡连厂子都收购了。如果他背后没有人，没有大客户，他敢这么做吗？你们如果不是他心里早就有底了，他能那么痛快的把我们投资的钱给我们吗？经过张翠花这么一分析，其他人也感觉他的话也有些道理。
可现在我们都已经跟陈凡签完合同了，钱也拿到手了，就算他赚再多的钱，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呀。对呀，合同都签完了，就算知道也没用了。那不行，这个厂当初是我们一起建立起来的，我们当时也是迫于无奈才退出的。现在厂里开始赚钱了，我们大不了再把那些钱投进去，还跟之前一样不就行了吗？他婶子这样做能行吗？陈凡也不会同意呀。不同意也不行，他要是不同意，我们就不让他的厂子干了。张翠花这话说完，其他人心里顿时冒出来2个词：泼妇无赖。明天咱们就一起去找陈凡，这种行为纯粹是太自私了，我们必须入股，不然的话这是跟他没完。啊，对，那我们现在就走。无赖亲戚得知我把煤气罐卖了出去，竟撕毁当初签的转让合同，还死皮赖脸要重新入股。哎呀，我的命好苦啊！好不容易投了个厂，没想到就让陈凡这个没良心的给坑了。他故意跟我们说厂里没有订单了，让我们撤股。等我们撤股了，他就开始干。各位邻里都给我评理啊！哪有他们家这么坑人呢？你好，我要报警，有人在我们厂里闹事，地址是……你报警是吧？行，就让警察来看看，你干的这是人事吗？很快警署就来人了，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一个名叫宋泽的警员走到陈凡身边说道：陈凡，他说的都是实情吗？如果要真实的话，那你这件事做的确实有些不地道了。那都是他胡编的，我是在跟他们约定好之后才开始找的订单，这是当时的监控视频。说完，陈凡拿出了当时跟张翠花他们约定了同意他们退1个月内把钱都给他们的视频。这是我开始找客户时候发帖的时间，我给他们退钱的视频，地上的是我们的合同，不过给他给撕碎了，我那里还有一份，如果你们需要看的话，我一会拿给你。陈凡说的的确没错，他是在你们约定好之后才开始找客户的。如果你认为合同无效，可以通过法院诉讼，但不能在这里胡闹，打扰他们的正常生产。如果你不听劝说的话，那我只能把你带回去了。张翠花本来就知道自己理亏，现在宋泽又这么一说，心里有些害怕，立刻从地上站了起来。陈凡，你行，你给我等着。张翠花走了之后，那些看热闹的人也跟着走了，厂里的工人也开始重新工作，而宋泽并没有着急走。陈凡，我刚才看着你这煤气罐是卖往国外的。是的，咱们国家现在都开始使用天然气了，使用煤气罐的越来越少了，但外国还是有很多地方比较穷，用不上天然气，煤气罐在他们那里还是比较畅销的。这倒是，国外很多地方别说是天然气了，煤气罐都不一定能够用得上，做出口也是一个不错的路子。不过这运费挺贵的吧？是，薄利多销嘛。我估计张翠花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你以后最好注意点。好的，我会在厂子周围多装几个摄像头的。陈凡知道宋泽说的没错，张翠花肯定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于是立刻去镇上买了10个摄像头回来，把这些摄像头全都安装在厂周围的墙上。当天晚上，陈凡正在跟一个南美洲的客户聊天的时候，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巨响，跑出去一看，发现是有人从墙外朝里面扔了一个礼花弹。陈总，肯定是张翠花他们干的，除了他没人能够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报警吧，让警署的人把他们抓起来。住在厂里的工人也都希望陈凡报警把张翠花他们抓起来，不过陈凡却有自己的想法。好了，你们回去睡觉吧，这件事我来解决。随后，陈凡坐在电脑前，从监控里找到了张翠花和她男人一起往院子里扔礼花弹的视频。这个监控陈凡买的是好的那种，镜头可以跟随着人物移动，画面中也有一个方框在一直标注着张翠花他们2个人。看完了视频，从技术类技能当中找到了一个名叫高级计算机的技能，随后花费5万块购买机器。同时他还发现，在系统面板底部出现了一个进度条，当前的进度条是0.0008%。恭喜宿主完成任务，首次购买技能任务，奖励购买技能升级为中级。在系统声音响起之后，陈凡就看到进度条增加到了0.0558。我操，这有点太过分了吧！随后，陈凡直接开始在电脑上编写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可以跟摄像头相连接。第二天，陈凡买了几10个具有射击功能的仿真遥控玩具坦克和2袋珠子，将这些玩具坦克连接到了电脑上。之后又修改了一下摄像头的语音功能，只要有人接近院墙5米之内，摄像头就会进行提示；接近院墙3米内，玩具坦克就会自动发射钢珠攻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可以用摄像头锁定目标、用玩具坦克攻击的查打一体院墙防御系统。此时张翠花不知道自己将是查打一体系统的小白鼠。你看到没？他们不敢报警，而且就算报警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今天晚上咱们还去？什么时候？他让我们重新入股了，我们什么时候算完？要不然我就每天晚上给他扔一个，让他们也过不好。听到张翠花的话，其他人看到陈家没有报警，也没有人去找他们，就觉得张翠花说的有理。对，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直接给他扔个震天雷，好好吓唬一下他们。我看行，就得给他们施加一些压力，要不然他们把订单做完了，我们可得少赚不少钱呢。晚上10点，张翠花和那些原来的股东几个人一起悄悄地来到距离厂10几米外的地方藏起来。老王，你去看看厂里有动静吗？张翠花的男人走出去，顺着大路走到厂门口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眼，发现里面2楼上办公室里还亮着灯，回来将厂里的情况说了一下。
没事，我们在这里等一会，等他睡觉之后，我们再过去。张翠花他们准备在这里等一会，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个多小时。现在是夏天，虽然不冷，但蚊子多。等到12点多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灯已经熄灭了，灯关了。再等一会，等他睡着的。于是他们这些人又在这里等了1个小时，一直到快1点的时候，其他人都被蚊子咬得扛不住。翠花，差不多了吧？这都又过去1个小时了。是啊，翠花，他们肯定早就已经睡着了。赶紧去吧，都这么晚了，赶紧扔完了回去睡觉。好吧。于是，一行人开始往厂房旁边的麦田里走。请注意，你已进入监控区域，请立刻离开，否则将会受到惩罚。请注意，你已进入监控区域，请立刻离开，否则将会受到惩罚。翠花，他都按监控了，要不就算了吧。对呀，要是他拿着这个报警的话，那就不好了。怕什么？我们就扔个炮仗而已，报警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再说了，就陈年哪个德行，你觉得他敢报警吗？陈年是个老实人，他们都知道。经过张翠花这么一挑拨，这些人根本不顾摄像头发出的警报，依旧一人拿着一个震天雷靠近院墙。当他们这些人靠近院墙3米的时候，摄像头的驱赶声音突然消失了。早就已经锁定这些人的玩具坦克，突然对着他们开始源源不断的射出主意。哎呦，气死我了！这个陈凡居然弄了个什么东西打我们，给我扔，炸死他个狗的！张翠花说完，点燃手里的震天雷就朝院子里扔过去。其他人看到后也纷纷效仿，很快一个个的震天雷被扔到了陈凡工厂的院子里。院子里，陈凡早就在昨天张翠花扔礼花坛的地方铺路，一个个的震天雷从院子外面扔进来，发生的爆炸引来了地上的柴火，很快就引起了大火。张翠花他们扔完震天雷就开始往外跑，刚跑出去不到100米，有人回头看了一眼，顿时吓坏了。完了，着火了！这不坏事了吗？翠花，现在怎么办啊？这个他应该不会报警吧？没多久，他们就看到消防车和警车就一起来了，看到警车也来了，张翠花脸色顿时煞白。这下完了，警车来了！张翠花，你看你出的这个馊主意，我们要是都被关进去了，都怨你。我研发出查打一体院墙防御系统，来对付一帮半夜往煤气罐厂扔震天雷的亲戚，顺道把他们送到局里。宋警官一夜没睡啊。张翠华昨天晚上闹了一晚上，走吧，我给你记个笔录。好。记完笔录之后，就已经10点多了。张翠花他们那些人因为涉嫌故意纵火和打架，短时间内释出不来了。回到厂里，陈凡则是继续在网上跟国外的客户联系。与此同时，中东某地，一群人从一个地面上的一个洞里爬出来，然后将一个个改装后的煤气罐从洞里拿出来，安装好发射架，将一个改装后的煤气罐放到发射架上。几个人拿着望远镜爬到高处的楼顶。首领已经准备好了，发射吧，让我们看看威力如何。听到首领的话，下面早已准备好了拉动机关，一枚经过改装后的煤气罐从发射架上飞出，在天空上划出了一个长长的弧线后，落在了几公里之外一个地面上，爆炸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威力不小。这个煤气罐改装的炸弹威力不错啊，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的东西，一个的改装成本也才不到1000块，就能构造成威力堪比上万块的导弹来，实在是太划算了。检测完之后，这些人又重新从那个洞里钻到底下。首领，如果我们有大量的煤气罐，就可以极大的改善我们火力不足的问题了。对啊，这东西价格便宜，改装简单，如果能够大量采购，我们就可以用饱和式攻击突破给以列王朝的防御系统，给他们造成严重的伤害。只是煤气罐虽然有了，想要形成饱和式攻击，我们还需要大量制作发射架的炮管，这个我们目前所剩的也不多了，而且目前能挖的油气管道基本上都已经挖完了，必须得想办法买一些过来。跟那个大夏王朝的人联系一下，问问他，如果我们要的量大，他能不能供应得上？最好是让我们的人亲自去一趟，顺便看看他哪里还能够买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是，首领。去的时候不要暴露我们迦南王朝的身份，大夏王朝在这方面管得严，如果知道我们买过来是做炸弹用的，可能他就不会卖给我们了。是，首领，我们一直跟他说的都是黑金王朝的人。还有，煤气罐改装炸弹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等我们有足够数量的煤气罐之后，就给以列王朝的人一点颜色瞧瞧。中东那边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按理说上次那批货已经到了有7、8天了，难道他们不会改装，还是说效果并不是很满意？就在陈凡正琢磨中东这件事的时候，电脑上发出了私信的提示。你好，有件事想要跟老板你商量一下。你说。我们想去你的工厂里考察一下，顺便跟你签订一个长期供货合同。没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过来？如果你这边方便的话，我们最近几天就会过去。我这里随时欢迎。好的，那请给我一个地址和联系方式，我们近期就会过去。没问题。陈凡给对方发送了一个地址和自己的联系方式。聊完之后，陈凡立刻打电话给王凯旋。黄哥，这2天把厂里再打扫一遍，然后把机器全都打开，开足马力生产。好的，我马上就让工人打扫卫生，开工。兄弟，这是找到客户了。差不多，过几天他们会来厂里考察，
连聊几句挂掉电话后，陈凡这才想起来自己好像还有一个油漆厂空闲着，于是打开系统，在技术界面上找到了油漆的升级迭代几个等级产品，花了350万，在系统当中购买了防刮耐磨油漆技术和防雷达测速的涂料升级配方。有了这2个油漆升级配方，以后油漆厂生产的油漆也就有了销路。至于后面那些4种超材料，等油漆厂赚了钱之后再购买。在系统当中购买好了油漆升级配方之后，陈凡立刻在网上开申请了一个防刮耐磨油漆技术专利，然后在里面添加了具有防雷达测速功能涂料的相关资料。做完这些之后，陈凡开车来到油漆厂。陈总，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孙哥，我看门口的牌子怎么都换成100年的了。反正你这厂子早晚都是你的，什么时候换不都一样吗？对了，陈总，咱们这厂什么时候开工啊？厂里的工人这些天一直放假，都来问我好几次了。我来就是说这件事的。我这里有一个新型油漆的配方，你让工人按照这个配方生产。新型油漆配方？对，这个油漆防刮耐磨，可以喷在汽车上，有很大的市场前景。防刮耐磨，这不大可能吧？你可以让工人先生产一些，先在咱们厂里的车上试试，然后拿去给 4S 店和大型修理厂小面积推广。专利我已经开始申请了，审批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就只能悄悄的推广，等专利下来，咱们就可以大面积推广了。不愧是咱们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一出手竟然就能够弄到这样厉害的配方。陈总，我能问一下，你这配方是从哪里弄的吗？这是我从国外一个小实验室那里购买的，他们才刚研究出来，就被我发现了，并且购买了国内的专利权。那我这就让工人去看看咱们这里材料够不够，如果不够，我马上安排人去买。另外过几天有一群国外的客户来，到时候我会带着他们来这里也看一下。国外的客户？对，国外的客户，他们主要是想来购买煤气罐的，我想着是不是能顺便卖他们一些油漆，赶紧把新配方的油漆做出来，到时候给他们看看。好，我这就安排人去做。晚上7点多的时候，孙恒和陈凡带着生产新型油漆来到厂附近一个修理店内。小王，帮我喷下漆。哥，今天太晚了，漆明天才能掉出来，要不你明天下午过来开吧。漆我带来了，这是我们厂里新研发的油漆，你帮我喷一下，我试试效果。孙哥，你那厂里现在开始做汽车喷漆了？不是我做的，这是我们厂的新老板陈总做的，我就拿过来试试。陈总你好，咱这个漆有什么作用啊？防刮耐磨。现在所有做喷漆的漆厂都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效果。随后小王就将孙恒车上一个刮蹭地方的漆擦掉，然后用孙恒带来的漆喷上，再把车开进烘烤房里低温烘烤了1个小时。当车被开出来的时候，刚才修补的那一块地方跟其他位置不同，不光是因为那一块的位置是刚喷的漆，还因为那一块地方的漆看起来十分光亮。这颜色是真漂亮啊！陈凡从地上拿起一块砂纸，在刚才补漆的那个地方擦了一下，那块地方没有任何变化。然后陈凡又用力擦了一下，依旧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情况让一旁的孙恒和修车店老板都看傻眼了。真这么神奇吗？陈总，我能试一下吗？正好，你是专业的，你来试试这个漆的质量怎么样？接过陈凡手里的砂纸，修车店老板蹲在车前，先是轻轻的擦了一下，跟刚的结果一样，补漆的地方没有任何变化。然后他又用像正常擦漆一样的地方，在补漆的地方来回擦了好几下，这一次补漆的哪个地方有了变化？牛啊！这样的发现让修车店老板和孙恒2个人都非常意外。紧接着，修车店老板就像是不信邪似的，开始不停的在补漆的地方来回摩擦，周边的地方都已经被磨掉了一层了，可这块地方却只是略微的有些变化。陈总，你这个油漆绝了，这比原厂的漆效果都好。陈总，你们这个漆打算怎么卖？怎么，你对这个有兴趣？普通的油漆只是美观，而我的油漆不但可以提升亮度，还耐磨、防刮，甚至能隐身避开雷达。此时，中东客户来到了煤气罐厂。法拉赫斯，你们来的正好，等下中午给你们炖肉野生兔子。这东西现在我们这里可不多了，我都好多年没吃过了。你是怎么抓到的？我也没看到你这里有猎狗啊。我这可不是用猎狗抓的，是用我自己创造的一个茶大一体院墙防御系统打的。什么茶大一体院墙防御系统？中东客户被陈凡说的有些懵逼，不理解这话的意思。而陈凡指着院墙上的摄像头说道：“就是那个，你看到院墙上那个坦克了吗？就是那个打的，用玩具坦克打的。对，我先用摄像头锁定，然后那个玩具坦克会自动攻击。自动攻击？对呀，要不然兔子跑得这么快，我操作怎么可能打得中？陈总，我们能过去看看吗？没问题，随便看。”于是中东客户们跑到院墙边上研究了半天，看着就是一个摄像头和一个玩具枪连在一起，但想不明白自动锁定、自动开火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又跑过来问陈凡：“陈总，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到自动锁定、自动开火的？”因为这些摄像头和玩具坦克都跟我的电脑连接在一起了，通过程序控制的。我们能看看你的那个程序吗？没问题。说完，陈凡带着他们中东客户来到自己睡觉的地方，通过电脑演示了一遍给他们看，个个都看傻眼了。陈总，这个东西能不能卖给我一套？这就是个玩具，你要这玩意干嘛呀？我们家那边经常有人来偷东西，我想弄一套放在我们家的院墙上防贼。这个东西打人虽然有点痛，但其实也没多大的作用。
那是因为你这是用的玩具坦克，要是换成枪不就厉害了吗？枪那更不行了，我这就是一个自己做着玩的玩具，要是换成枪的话，那会出人命的。我们不用真枪，到时候换一个比你这个坦克厉害一点的东西就行了，就是单纯的想要赶走那些小偷而已，不会有大事的。好吧，你要几套？先拿一套吧，我回去安装一下试试。这个东西你准备卖多少钱一套？我这套查打一体院墙防御系统虽然是我自己做的，但这里面的科技含量可并不低，而且最主要的并不是摄像头和那个玩具坦克，最重要的是我编写的那套系统，只有使用我这套系统才可以完成查打一体。这个系统要是放在军事用途上，那价值可就难以估算了。我们只是用来防小偷，并不会用作军事用途的。你觉得多少钱合适？你出个价。我也没出售过这个东西，你觉得能值多少钱？100万大英王朝币。成交。接下来我们去厂里看看吧。好。随后陈凡带着他们来到煤气罐厂房内。我们厂如果机器全力运转的话，每天可以生产上千个煤气罐。这些煤气罐生产出来之后，除了在我们全国各地销售之外，也会出口到你中东、南美、非洲等地区，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法拉赫斯只是点点头，并不知道陈凡说的是假话。陈总，如果我们那批量订购的话，价格上可不可以再便宜一些？价格肯定是便宜不了的。你看我这么多的工人，还有设备厂房，现在原材料一直在涨价，其实我根本就没赚多少钱。我们要的多，而且可以跟你进行长期合作，这价格你多少给我便宜一些吧。价格基本上就是这样了，不过我可以送你一些三角铁，用来在运输的时候好固定。说着话，陈凡从一旁地上堆着的下脚料里拿出一块三角铁给法拉赫斯看。看到陈凡手里的三角铁，法拉赫斯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这哪是固定煤气罐的东西啊？这本根就是我们需要焊接在煤气罐上保持平衡和稳定的唯一啊。陈总，这个倒是可以，不过一个煤气罐给几个啊？2个，一边一个刚好可以固定住煤气罐，不让它运输的时候晃动。给3个吧，三角样式更加稳定。3个的话，我这边成本就有些高了，本来原材料就贵，如果给你太多的话，我就真赚不到钱了。你们大夏王朝不是有句话叫做薄利多销吗？你要是同意的话，我这一次就直接跟你签订5万的订单。5万？好，为了交你这个朋友，那就这么定了。那就这么说定了，一会我们就去签合同。法拉赫斯先生，煤气罐厂已经看完了，要不咱们再去我的钢铁厂看看？陈总还有一个钢铁厂啊，那我们顺便去看看吧。于是陈凡开车带着法拉赫斯他们来到了王凯旋这里。走吧，我带你们去厂里看一下。在钢铁这方面，陈凡不如王凯旋懂得多，所以一路上都是王凯旋在介绍，陈凡在一旁当翻译。你看，这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钢材。我们这个钢铁厂规模虽然不大，但生产的规格却非常齐全，从直径半米的大型管道到直径1-2公分的小型管道都可以生产。如果你们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跟我提，我们一定保证能够按照你们的要求做出任何规格的东西。听完了陈凡的翻译，法拉赫斯没有说话，两眼一直盯着不远处已经做好的油气管道看。法拉赫斯先生，不知道你们家族有没有跟石油有关系的产业啊？我们这里生产的管道绝对符合你们铺设油气管道所需的各种标准。有，当然有了。我们黑金王朝几乎所有的大家族都有很跟石油有关系的产业。那你们这个油气管道多少钱一米？我们这个是按吨卖的，1吨的价格也是随着原材料的价格波动的。咱们这油气管道多少钱1吨？目前的话市场价是4000一吨，如果他们要的数量多的话，价格还可以再便宜。4000大英王朝币1吨，包运输，规格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定制。法拉赫斯听完之后，脸色有些为难，因为他不清楚1吨的长度大约有多长，于是指着那一根4米长的油气管道问道：“这一根有多重？1吨多。1根4米多长的油气管道，差不多可以制作2个煤气罐发射架，可以制作4枚导弹。那1枚导弹的成本也就在1000块左右，如果再加上火药和其他的成本，一共也就不到1500块。陈总，如果我从你这里订购一批这种钢材的话，你可不可以也送我一些固定用三角铁？可以。那可以送我18块吗？你还能说的再明显一点吗？怎么不直接说让我把导弹的样式做好了直接给你？法拉赫斯先生，18块有些太多了，我可以像之前那样，每个送你3-4块三角铁。那好，我就先订1000吨，回去试试质量怎么样。如果质量好的话，那么以后我们家族所有的钢材就全都在这里订购了。你放心，我们的钢材质量绝对过硬，在我们国家，对于这种民生物资的生产要求是非常高的。对了，陈总，你们这厂里能不能生产细一点的钢管？最好是能够在钢管里雕刻螺纹的那种。陈凡一听就知道法拉赫斯想要的是什么，不过他并不知道钢厂能不能生产这种钢管，于是翻译给王凯旋听。这老外要里面带螺旋的钢管干什么？在国内安逸的太久了，王凯旋根本想不到这种钢管是用来做武器的。我也不清楚，不过他需要，你就说能不能生产吧。当然能，我们这个厂虽然不大，但规格还是非常全的。不过想要在钢管内刻一个螺旋纹，是有点麻烦的，不过可以做。我们厂可以做，不过因为你需要钢管内有螺旋纹，
这需要单独制作，我们需要改装机器，增加设备才可以。你打算要多少呢？如果少的话，那价格可能会很高。如果能够做到半米一根，我至少需要几万根。好，那我们先商量一下，然后给你一个报价。没问题。法拉赫斯说完，陈凡就走到一旁跟王凯旋商量起来。如果做一根半米，里面带螺旋纹的成本大约有多少钱？直径多少？7.62毫米。哎，这个尺寸听着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好像在哪里听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确实感觉很熟悉。这么小的直径长度也短，除了里面的螺旋纹有点麻烦之外，整体造价并不高，也就20-30块钱。法拉赫斯先生，请问你们要这个尺寸的钢管是做什么用的？是用来固定东西的。空心不是比实心的得便宜吗？那为什么里面有螺旋纹的呢？这样插在土里才更结实吗？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定制这样的钢管的难度，刚才我也跟你说过了。为了给你们定制这一批钢管，我们还需要进一批新的设备，价格稍微会贵一些。等以后你们需要的量大了，这个价格会慢慢降下来的。对于陈凡的这套说法，法拉赫斯点头表示理解。经过我们的商量，这些钢管100块一根。100块，这也太贵了吧！我带着中东土豪在高速疯狂飙车，只为了测试油漆是否能防测速雷达。结果中东土豪非常满意，一口气就要了1万桶油漆。陈总，100块，这也太贵了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成本在这里。当然，这100块是包括运费的。陈凡虽然都已经这么说了，但那个人还是觉得这个价格有些贵了。他将法拉赫斯拉到一旁，小声说道：“副首领，这家伙明显就是把我们当成冤大头了。一把枪的价格也就几百块。”我当然知道这个报价高了，但现在我们被封锁的越来越紧了，枪根本进不来。而且，你真觉得他不知道我们要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吗？他知道啊，肯定知道，要不然买个煤气罐，他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送我们3块3角铁？别人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你能确保别人敢跟我们做这种生意吗？你能保证别人不会报警吗？大夏王朝可是禁止这种事情的，所以他卖给我们价格高一些也是正常的，懂了吗？听到法拉赫斯的话，那个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以为他这是想要把我们当成冤大头坑了呢。就算真把我们当冤大头也没有办法，你别忘了我们现在的身份。陈总，那就按照你说的那个价格，我先定3万根，后续我们会根据情况再定的。没有问题，以后需要什么都可以找我定制。那不如我们留个电话。哎呀，我这手机没电关机了。你可以用这台华为 Mate 60反向充电。这东西厉害呀，不便宜吧？我在左下角免费领的。我下载没看到能领手机啊。你是从我左下角下载的吗？别的我不知道，我左下角绝对真实有效，里头1万台华为 Mate 60和苹果15见者有份，很多人都到手了。我领的苹果15都用很久了，都是全新正品机。你看下载了没有领取界面啊？不能光下载不注册，你得实名认证啊。哎，还真有，我验证过真实性的。现在还有不限量 iPad Pro 配套送，链接在就能领。怎么领？就认准我左下角下载注册，挂机升级，苹果华为秒发货。对了，你们黑金王朝那边车很多吧？对呀，怎么了？我还有个油漆厂，最近刚研发了一种防刮耐磨的车漆。听到陈凡说防刮耐磨的车漆，法拉赫斯对这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听说喷上我们生产的这种新型车漆，不光可以防刮耐磨，还能够躲避路上的超速雷达。虽然你们黑金王朝的人都不差钱，但也不想整天接到超速罚单吧？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做我们油漆厂的中东总代理。本来法拉赫斯对陈凡的这个油漆厂一点兴趣都没有，当他听到这种车漆竟然有躲避超速雷达的作用，顿时来了兴趣。你说的是真的，可以躲避雷达？我说的是躲避交通雷达，而且这也不是我说的，是听那些喷我们新型车漆的用户反馈的。至于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陈总，要不我们先去你的油漆厂看看。随后陈凡他们一行人又开车来到油漆厂，一进入到厂里，法拉赫斯就忍不住有些失望。陈总，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可以生产防雷达车漆的地方？是的，这就是我名下的油漆厂。陈总，你在骗我，这种小厂根本不可能生产出来那样的车漆。哼，你怎么知道不能呢？你这个厂的规模这么小，应该只是生产普通的油漆吧？这么小的规模，汽车厂商根本看不上。是，汽车厂商确实看不上，不过这跟我们研究的车漆没有直接关系。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们可以随便找2辆车试试，一辆喷我们厂生产的漆，另一辆不喷，然后让这2辆车一起跑一次高速，看看有没有违法记录就知道了。那就试试吧。于是陈凡就开着自己的车，又让孙恒带上油漆，开着他的车，一起来到了之前的修理厂。陈总，有什么需要做的，你直接开口。你把我这辆车做一个全车喷漆，越快越好。我这里还有外国朋友等着看效果。原来陈总已经把生意做到国外去了，那以后跟着他绝对没错了。为了能给陈凡留下一个好印象，获得分销权，修车店老板立刻把店里所有人全都喊了过来，一起干。陈总，这个人欠了你不少钱吗？为什么看上去很怕你的样子？他没有欠我钱，但是他想指着我赚钱。
指着你赚钱，是因为油漆。我们这种油漆才刚研发出来，他想要做代理，跟着赚点钱。下午，陈凡的整车已经重新喷好漆，这个颜色很漂亮。走吧，你们几个人分开坐2辆车，这2辆车都是我和孙哥名下的。如果出现违章或者被超速拍到，我们2个人的手机都会有提示的。陈总，能不能先给我们演示一下？演示什么？演示如果你违章了，很快就会给你发消息。这个怎么有什么难度吗？难度倒是没有，就是有点费分。不过为了这个大客户那点分，陈凡也就不在意了。于是开着车来到市里，找了一个平时拍照比较准的地方。在行驶的时候故意压了一点线，没过几分钟，陈凡的手机就收到了消息提示，看到了陈凡手机上的违法提示，法拉赫斯这才相信。于是陈凡又把车开到了高速上。高速上超速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尽量缩短这个距离。只要孙恒的手机上收到信息，我们就回去。好的。于是陈凡开着他那辆桑塔纳开始在高速上一路狂奔，最快的时候车速达到了160。很快，陈凡从后视镜当中看到身后孙恒的那辆车对着自己闪了2下，这是陈凡之前跟他约定好的暗号。后面那辆车已经收到违法信息了，终于来了。要是再不来，我感觉我都要吐了。你还晕车呀？1个小时之后，陈凡他们重新回到油漆厂。陈总，这油漆你开个价吧。法拉赫斯先生，你也知道这种油漆科技含量非常高，我们为了制作这种油漆也是使用一些比较稀有的材料，所以价格要比其他的油漆贵上一些。陈总，我知道，你就说多少钱就可以了。300大英王朝币1桶，而且没有现货，需要先排队定做。没问题，我先订1万桶，后续会长期跟你们合作的。陈凡一听一下乐，一下就是1万桶。此时法拉赫斯也尝到了甜头。陈总，你还有其他工厂吗？我还想去看看。没有了，暂时我就只有这3个工厂。如果你们还有其他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陈总，不知道你们这里能不能买到硝酸铵？听到法拉赫斯的话，陈凡一下就明白了。但硝酸铵属于易爆物，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大量购买。没有，硝酸铵属于易爆物品，我们这里也有非常严格的管控。你买化肥干什么？你们那边有地要种吗？对，就是种地用的。化肥厂的话倒是有，不过我也不知道厂家在哪里。那就麻烦你帮我们联系一下吧，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也没办法找。没问题。那就辛苦你了。如果真能够帮我们联系到化肥的话，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哈哈，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老朋友了，这点忙算什么呀？在油漆厂看完之后，陈凡他们又回到了煤气罐厂，将几个订单合同全都签完。法拉赫斯还直接把所有钱全都转给了陈凡。这一下，陈凡的账户上就多出来6-7亿大夏王朝币。就在法拉赫斯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煤气罐厂里突然开进来一辆警车。看到警车进来，陈凡和法拉赫斯的神情都是一紧。我只是把煤气罐卖给中东客户，结果警察找上了门。陈总，这是来国外客户了？是啊，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这些人就是订购我们厂里煤气罐的客户，他们来我们厂里考察一下，准备跟我们签署一个长期合作协议。陈总厉害了，把煤气罐卖到国外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宋警官，您来是有什么事吗？哦，是这样的，张翠花他们已经被判了，从6个月到1年都有。张翠花被判了1年，本来想过来跟你说一下，顺便再看看你那个查大一体院墙防御系统。既然你这里有客人，那我就不打扰了，改天我再来。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有什么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也行。这是打电话可说不清楚。行了，你先忙，我过2天再来。说完转身就离开了，把宋泽送到门口。陈凡又问了一遍：宋警官，找我到底什么事啊？过2天再说吧。好。把宋泽送走之后，又将法拉赫斯他们也送走了。随后陈凡回到办公室里，就开始在网上查找有没有要出售的化肥厂。很快，陈凡在众多出售化肥厂的厂家中，挑选了一家名叫永安化肥厂，主要制作硝酸铵。就你了。随后陈凡来到永安化肥厂，等了半个小时，一辆黑色奔驰出现在工厂门口。是你想要买这个厂？对，是我。年产1万吨，100万，要就签合同，不要就赶紧说，别耽误我时间。100万，这个价格低于陈凡的预期，让他很是诧异。对，要不要？要，怎么不要？那就签合同吧。好。陈凡当场就签了合同，然后把钱转给了李凯泽。拿到钱，李凯泽也没说什么，上车直接就走了。这厂已经停工快1年了，厂里都是杂草，而且工人也得现招，还需要维修下机器，收拾下厂房，招募新的工人。这些事让孙恒来。于是陈凡开车来到了油漆厂，就看到里面停着一辆黑色奔驰，有点眼熟。随后走进办公室一看，竟然真的是刚才跟自己签协议的李凯泽。孙哥，全乐线的代理你交给我就放心吧，不出半年，我保证让整个全乐线所有的修理店和4S 店全都用上我们的这种车漆。这是小刘介绍的，他也跟我说了你家的实力，跟你合作，我是非常放心的。2个人正说着话，陈凡走向俩人，李凯旋看到陈凡更是一愣。怎么在哪都能见到相反？难道说他也是来做代理的？陈总，你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隔壁全乐县李凯旋，想做我们车漆的代理。我们刚才见过。见过？小李，你跟我们陈总认识，怎么不跟我说啊？确实刚才见过，陈总刚买了我家的一个化肥厂，
买了一个化肥厂。刚签完合同。小李，这家油漆厂就是陈总的，我只是给陈总打工的。孙恒这话一出，肉眼可见的看到李凯泽的眼睛都瞪住了。陈总名下还有一个煤气罐厂，一个钢铁厂，加上这个油漆厂和刚从你那里购买的化肥厂，已经有4个厂了。什么？4个厂了？陈总的这些厂生产的东西全都是出口的。临了，孙恒又加了一句，这一次李凯泽彻底被震惊。陈哥，刚才不好意思啊，是小弟我有眼不识泰山。这是哪的话？对了，你们化肥厂以前的厂长还能联系到吗？应该可以，你要是需要的话，一会儿我就联系一下。那就麻烦了。孙哥，化肥厂暂时你先过去照看着吧，把机器维修和厂房收拾一下，尽快开始生产。好，下午我就过去。随后俩人签完合同后，李凯泽就把100万转给了孙恒。付完钱，李凯旋这才想起来，刚才转给孙恒的这100万是陈凡买我化肥厂的钱，我还没有热乎就回到了陈凡那里。造孽！法拉赫斯回到迦南后，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迦南的大首领。大首领，这一次去大夏王朝收获非常大，我没想到大夏王朝的科技竟然已经这么发达了。遇到什么了，让你高兴成这样？大首领，给你看看这个。说完，法拉赫斯将陈凡的院墙防御系统不就是打个兔子吗？这有什么科技含量？这是全自动的。什么？全自动的？是的，插打一体，而且不用人工干预。我的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就用来打兔子，无论想什么办法，花多少钱也得想办法买过来。已经买过来了，100万。这个价格虽然不便宜，但只要我们找人将它这个程序破解一下，到时候我们就有无数这样的系统了。不错，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100万不贵。这件事你做得非常好，赶紧派人改装一下，试试效果。已经派人在改装了。除了这个之外，我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好东西。还有好东西是什么？一种可以吸附雷达光线的油漆，只要把这种油漆涂在我们的炮弹和导弹上，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被拦截的几率。这个在大夏王朝也是民用的？应该不是，这种涂料在任何国家都得是军用的。不过这是他才刚研发出来的，可能大夏王朝官方还不知道。连民间都能研发出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来，大夏王朝的崛起已经是势在必得的。对了，那种油漆你买了多少？1万桶，不过陈凡那边这种油漆暂时还没有货，需要的。价格可以再高一点，让他先给我们发货。我们的行动一开始，这些物资到时候就进不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行动开始前储备足够的物资。对了，陈凡那边，你一定不要让他知道我们的身份，否则他可能就不给我们供货了。听到大首领这么说，法拉赫斯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怪异。我觉得陈凡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你告诉他了？没有，他是猜到的。你怎么能确定他知道了？每个煤气罐他送了我3块三角铁，就是我们焊接在尾翼上的那种。大首领听到法拉赫斯说送了3块三角铁时，整个人都麻了。不过他虽然知道，但也没明说，只是说送我们的三角铁是用来固定煤气罐用的，还有油气管道和防雷达涂料都是用的民用借口。看来他是个明白人，既然他不点破，我们以后要注意。是，首领。第二天，从陈凡那里购买的查打一体院墙防御系统就已经改装好了。他们将这套系统安装在地面上，电脑系统在地底。法拉赫斯和大首领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监控画面，这时候一只羊才刚出现在画面当中，紧接着就被电脑系统锁定，然后改装的机枪开火，直接把羊打死。从发现羊的出现到开抢前后只用了几秒钟时间。有了这个，就可以减少我们很多战士的牺牲。立刻让我们的技术人员破解这套系统，争取多安装一些。是，大首领。两个人正说着话，一个程序员从外面皱着眉头走进来。大首领，这套系统被加密过了，破解不了。怎么回事？这个系统程序里几乎所有内容都可以修改，但程序关键内容被加密了，只有使用激活码才可以，否则就算是复制整个程序也不能使用。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自毁程序，如果强行破解的话，程序就会自毁。看来陈凡早就已经料到我们会这么做了，所以他才会在程序当中留了这么一手。确实是，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做。那现在怎么办？你跟他联系一下，再购买10套吧。我们必须在我们发起行动前做好这一切。好，我这就跟陈凡联系。另外，我已经让陈凡帮我们联系购买硝酸铵了。如果他能帮我们弄到硝酸铵，那么弹药也就有着落了。这件事你赶快催一下，距离我们的行动开始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必须在行动之前运送过来。是。另一边，宋泽再一次来厂里找到了陈凡。陈凡，你那个查打一体院墙防御系统的程序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吗？是，怎么了？是这样的，上次我看完之后，回去跟人聊天的时候说了一下，后来不知道怎么传的，就传到上面去了。现在上面想让我先过来具体了解一下情况，最好能拿一些资料回去。什么？我研究的查打一体系统，只是为了防黑心的亲戚，没想到被大夏王朝的人给盯上了。这是要被王朝征用吗？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上头对你这个系统很感兴趣，
具体征用不征用得经过评估。哦，可以。你想知道什么？随后陈凡给宋泽一一讲解这套查塔系统，但宋泽听到却是一脸懵逼。陈凡，你刚才说的我虽然没有听懂，但感觉好像挺厉害的，我会回去跟上头汇报的。不过，陈凡，你是从哪学的这个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平常没事也喜欢研究。上次出了那个事，我就自己琢磨出来了。你可真厉害啊！随便写了一个程序就能被上头看中。估计他们看不上吧？谁知道呢？我回去先汇报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说吧。好。宋泽离开之后，法拉赫斯给陈凡打来了电话。陈总，化肥的事情，你帮我们联系的怎么样了？没有联系到合适的，所以我直接收购了一家化肥厂，最近这几天正在进行维修，1周之内就能开工。你直接收购了一家化肥厂，那真是太好了。陈总，我希望你能先给我做几千吨送过来，我这边有急用。没问题。跟你这样的聪明人合作就是愉快。都是为了赚钱嘛。你们其他的订单我也会让他们尽快给你们生产的，你就放心吧。那就麻烦你了。挂掉了电话后，法拉赫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大首领。大首领也是非常高兴，开始命令下面的人继续加快制作弹药。这天，陈凡正在办公室里上网，宋泽又来了。这一次不是他自己来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好几个人。陈总，这是上头派下来的技术人员，想要看看你编写的那个系统。好。你好，我叫乔建章，是军部下属的第3研究所的研究员，这几位都是我的同事。乔建章看着陈凡将跟他一起来的那几个人都挨个介绍了一下，前面几个人态度都还非常不错的跟陈凡握手，可到最后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只见他两手抱着肩膀，看着陈凡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就直接转身走到一旁。陈总，你不要见怪，他就这个脾气。切，不就是一个影像锁定、系统控制开火的程序吗？给小孩的玩的东西，还用得着我们亲自来一趟？他这话一说完，在场的人都皱起了眉头。影志，你怎么说话呢？我又没说错，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值我们亲自跑一趟。那你走吧。哼，好像我想来似的。陈总，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就是年轻不懂事。你们来是想看我那个程序的源代码吗？是的。这种查打一起的程序，你们军部不是早就有了吗？为了什么还要看我这种？这个不好意思，暂时不方便说。如果你的这个系统能被选上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当然你也需要保密。那我还是不要知道的好，我这人嘴不严。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你的源代码吗？可以随便看。你这代码写的真漂亮。在看到程序源代码的第一页，乔建章就忍不住赞叹：确实很漂亮，几乎没有一个没用的代码，代码的排序也很工整。这样的代码在我们研究所也不多见。是啊，就算是尹志也写不出来这样的代码。陈凡，你这个程序很厉害吗？也不算很厉害。两个人正在这里聊着天，那边的乔建章突然惊呼道：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他用的这个办法确实不错，既简单又省力，可以用在698号样机上。对，如果我们早想到这个办法，现在698号已经可以进入试验阶段了。半个小时之后，乔建章他们看完了陈凡编写的这个程序。陈总，你真是个天才，你那个程序写得太好了，我们从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不过这个程序的使用范围太过单一，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让我们看了你的源代码。陈凡听到乔建章说不符合他们的要求，陈凡在心里悄悄松了一口气。客气什么？能让你们获得一些灵感，我也很高兴。那好，我们就不多打扰了，还得回去工作。陈凡将乔建章他们送到门口，这时候一直坐在车里的尹志看到乔建章他们出来。是不是没什么用？我早就说了，这种地方怎么可能做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呢？尹志，过来跟陈总道歉，人家写的代码比你强多了，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比我们的好。他的代码要是能写得比我好，我从这里倒立出去。尹志，一旁的陈凡看到后，直接上前敲敲车窗。干嘛？你很瞧不起我？是。你什么最厉害？比一比。你不配。好吧。说完转身就回屋里去了。乔建章在一旁脸都黑了。尹志，下车给陈凡道歉。乔主任，这样的人我们一辈子也就见这一次了，他生气就生气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说的本来就没错，我看我们还是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所里还有很多事要忙呢。你确定？确定。如果你坚持的话，那么回去后我会去跟主任建议让你离开第3研究所的。哼，随便。乔建章见自己这么说都没用，只能黑着脸上车准备离开。就在乔建章他们的车刚从院子里出去，还没到公路上，一直看不起陈凡的尹志突然大声说：掉头，快回去！我说话你没听到吗？快点掉头！尹志，你想干什么？停车！司机见看这个年轻人不爽很久，而且乔建章也没说话，他也就没停车。尹志直接拉开了车门，从车上下来，开始疯狂地往煤气罐厂跑，只剩下车里一车懵逼的人。
乔主任，这尹志又开始发疯了，我们赶紧回去看看。就是啊，这人虽然技术好，但这脾气真是没谁了。赶紧回去看看吧，别再出什么事了。回去看看吧，这小子就算技术再好，也不能留在我们部门了，太气人了。乔建章说完，司机开始掉头往陈凡的煤气罐厂开去。乔主任，你看这个。什么？尹志的电脑被黑了。此时尹志电脑上显示3个大字：我不配。哈哈，原来是因为这个啊！看到这3个字，不用想也知道尹志的电脑是被陈凡给黑了。乔主任，没想到陈凡的技术这么强啊，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这么短时间就能把尹志的电脑黑了。是啊，他研发那个程序虽然一般，但这技术却是我们需要的。要不跟他聊聊，把他特招进我们所吧。你们觉得陈凡可能会来吗？别忘了，之前宋警官可是说过，他现在生意可是非常红火的，全都是国外的订单，一年能赚不少钱呢。停车，停车！这时候，乔建章他们的车已经追上了刚才下车跑的尹志，但车子没有选择停下，而是往前开。陈总，你可真是让我们惊讶万分啊！让你们看笑话了。这哪是笑话啊，这是经验啊！你能说说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黑了他电脑的吗？这个倒也简单，他刚才链接我的无线网，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通过无线网进入了他的电脑。我能看看你的代码吗？看吧，就在这里。谢谢。乔建章说完，就立刻走到了陈凡的电脑前看了起来。我擦，这代码竟然只有这么短！陈凡写的代码精简短，还不到200行。这代码还可以这么写啊？这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办法。陈凡真是天才啊！乔主任，你就真没有想法把他招进我们森所吗？这时候尹志已经赶到办公室，随后朝着陈凡的电脑走过去。当他看到陈凡编写的程序代码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是你写的？我只是简单写个程序代码，就直接黑了对方的电脑。当看到源代码后，原本觉得我只是个乡巴佬的男人，却傻眼了。这代码是你写的？是的。我不信，你跟我比一次。如果你赢了，我就相信这是你写的。哼，你不配。我。尹志，你不准胡来，赶紧跟我们走。对，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教训，以后不要小瞧任何人就行了。大神在民间。陈总，真是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尹志从小就没受过什么打击，可能一下遇到一个比自己强的人，心里多少有些接受不了。理解。怎样我才配？他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谁都没有想到尹志会说这样的话。等你什么时候黑了我的电脑吧。我知道了，我相信很快我就可以做到。我希望如果我做到了，你可以跟我光明正大的比试一次。没问题，不过我这台电脑可不好黑啊。我一定会黑进去的。第二天，乔建章就将在陈凡那里的事情汇报给了第3研究所的所长穆飞强。这个陈凡真让尹志连声都不敢出。别说是尹志了，就是我也不吱声。陈凡的代码写得太好看了，而且思路非常清晰，很多都是我们从没想过的办法。这人是个计算机天才。老乔，那有没有可能把他特招进来？陈凡是一个小老板，听说生意已经做到国外了，你觉得他会放弃现在的一切来我们所吗？那真是太可惜了，我们现在就缺少这样的天才啊。是啊，陈凡不管是能力、技术还是人品，都是1等1的好。这样的人不来我们这里真是太可惜了。对了，尹志呢？回来之后就一头扎进宿舍里了，应该是心里憋着一口气，想要黑入陈凡的电脑，再跟他比试一场吧。陈凡名下的工厂这些天依旧在全力生产，第一批生产出来的话筒已经发出去了。儿子，我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我打算把厂子的后面的山头承包下来找点活干。可以啊。接下来陈年说目前遇到的问题给陈凡听，其他的倒还好说，就是赵二价有点不想卖他们家的给我了。没事，我去跟他们说。爸，你回家等着吧，明天我就去跟他说这件事。当天晚上，陈凡就来到赵二家里。陈凡，你是为了我山上那几亩地的事来的吧？是。那你就别开口，那几亩地我是不会卖的。1万？我那可是7亩地，1万块钱就想买走。我说的是1亩地1万。1亩地1万，真的？来，陈凡兄弟，你先坐下喝口水。不做了，你要是同意，明天去厂里找我签字拿钱。你要是不同意，我就用这7万块钱找村里，让他们想办法。嘿嘿，你放心，明天一早我就去厂里签字。那我先走了。第二天一早，赵二就来到了煤气罐厂找陈凡，签好了合同。当陈年知道把山头落实后，非常高兴，于是扛着锄头就要上山。爸，你这是干嘛？我去山上把果树剪一下，顺便除草。爸，那个草不能除。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不除草留着干啥？你爸从小就种地，比你有经验。爸，你那种种地的方法现在都已经过时了。
过世了，那现在人都怎么种？咱们这么大一座山，光是种果树，其实有些浪费了呢。现在都流行种养一体了。种养一体什么意思？就是除了种果树，然后还要在山上养一些东西，如果草鸡、野猪啥的。在上养草鸡、野猪？对，就是草鸡、野猪，这可以形成一个良性闭环。草鸡、野猪可以以山上的草为食物，这样可以减少饲料的投入，而草鸡和野猪拉出来的东西又可以成为果树的肥料。这样一来，树上结出来的果实新鲜又好吃，还没有农药。地上养的草鸡和野猪，由于都是走地的，也没有那些激素什么的，健康肉质也好。在市里，这样的鸡肉和猪肉要比普通的贵上1倍还多呢。你这个办法不错，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吧。第二天，陈凡就开始找工人将整个山都围了起来，然后在山脚建了上百间猪圈、鸡棚，又让人买了50头野猪仔和200只草鸡。车凡，你怎么弄来这么多的猪和鸡啊？爸，咱们包了一座山，这才几只啊？等以后肯定还能更多啊！这么多我怎么养得过来啊？爸，这些猪和鸡都是放养的，基本上不用怎么管，每天就喂一次就可以。陈总，您那个茶大一体的防御系统能不能再卖我一些？你要多少？您给我20个激活码就可以。20个，一个茶大一体院墙防御系统，最多可以同时控制10把枪，20个就是200把枪。看样子是已经做好开战的准备。随后，陈凡立刻就给他发了过去。没一会，法拉赫斯就把钱打了过来。陈总，我们这边可能要发生一些情况，我希望最近一段时间，您可以优先给我们供货，我们会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给你提高5%。没问题。几天之后，陈凡在厂里刷手机的时候，突然看到新闻上说迦南那边开始打仗了。突发，刚刚迦南地区下属的他桑旅对小蚁军发起了一场名为洪水行动的军事行动。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桑旅对以列王朝共发射超过5000枚，以列军紧急启动了拦截系统。可能是由于炮弹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列军拦截系统的射线，有将近一半的炮弹落在了以列王国土，并且他桑旅采取了在短时间内攻占了以列军的数个据点。迦南和以列开战，对陈凡来说有利也有弊。于是陈凡的想法是把实验室搞起来，这样一来，就算日后自己厂里出什么新产品，也可以说是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避免自己被人盯上。1周后，陈凡在煤气罐厂隔壁一块空地，准备把实验室搞起来，同时也开始在网上招聘一批工作人员，还打算成立一个研发无人机的部门。这天，陈凡正在厂里转悠的时候，宋泽开着警车来了。宋警官，你怎么有空来这里啊？陈凡，有点事需要跟你确认一下。好，那咱们去办公室里说吧。陈总，你是不是还有个油漆厂？是啊，怎么了？油漆厂里生产了一种车漆，你知道吧？知道啊，怎么了？我听说这种车漆具有防刮耐磨的特性。有这回事？是这样的，局里准备把所有车全都喷涂一下你这种车漆，所以想问问能不能单独从你这里买一些。就这呀？我还以为……因为什么？没事，你们需要多少，直接去厂里拿就行了。我去过了，那边的厂长叫孙恒是吧？他直接给我拿出了车漆的订单，看了，现在订单都已经排到年后了，说他实在没有办法，让我来找你。这个简单，我给孙哥打个电话，让他给挤一些出来就行。咱们警署需要多少？这个数500桶，没问题，我这就打电话。不是500桶，是5000桶。什么？5000桶？咱们警署里有这么多车吗？咱们署长里一共也就1000多辆车，本来也用不了这么多桶的。不过在打预算报告的时候，让市警署的领导看到了，在经过一番调研后，发现你们厂生产的油漆质量确实非常好，所以决定把整个市所有警署的车辆全都重新喷一遍你们的车漆。5000桶是吧？没问题，不过需要等2-3天，我让孙恒每批货挤出来一些。那真是太好了。为了防止被大夏王朝一锅端，我成了一家100年研发中心，来避开锋芒。但此时的中东土豪那边传来了坏消息。陈总，能不能紧急帮我调拨一批煤气罐？怎么了？上次的那批煤气罐在路上被炸毁了，你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再发一批？什么？陈总，这批货本来是打算运往迦南销售的，不过现在以列不允许任何物资进入迦南，所以被他们炸毁了。但迦南现在有200多万人，如果没有这些便携式的煤气罐，他们可能会被饿死。希望陈总你能帮忙。陈凡知道法拉赫斯是在用迦南平民需要的借口，想继续在自己这里购买煤气罐。再发一批倒是没什么问题，可就算再发一次，难道就不怕被再次炸了吗？我们有办法运输。好。挂掉电话后，陈凡给煤气罐厂的车间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看看库房里还有多少煤气罐，赶紧联系集装箱，全都拉走。现在迦南和以列德尔战斗才刚开始，以后很可能会更加难以运送进去。宋警官，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什么事？咱们王朝现在能成立雇佣兵公司吗？现在不能，不过以后应该可以。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以后王朝会允许雇佣兵团注册成立？
有这个可能，因为随着我们王朝的逐渐强大，在外海的利益也就越来越多了，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让军部派人去的，所以很有可能会允许建立一些可控的私人佣兵公司。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想当雇佣兵？嘿嘿，宋警官，不瞒你说，我还真有这个想法。怎么这个时候没电关机了？拿这个去充吧。手机咋充电啊？还真能充电，这么高级啊！华为 Mate 60遥遥领先呢，你喜欢可以去我左下角领台。要到处拉新助力吧？不用，我研究中心的前台也领了台。都用包浆了，你该不会在忽悠我吧？你看，这好多人抢都抢不到呢。居然还有苹果15。苹果15是我争取的最新粉丝福利，一人限量1台，下载的人都有机会领，也是从左下角进去下载挂机升级，苹果、华为都任你选。感觉不太好抢啊。一点都不难，你现在登录还能领各上古神剑，3件就能秒 BOSS，2天直升500级，手机领到隔天就能到。行，我这就试试。不过陈凡，你不真的想去当雇佣兵吧？是的，宋警官，我现在的主要业务全都是国外的，比如中东、非洲、南美洲这些地方。你也知道，这些地方虽然穷，但是很乱。今天我有个客户给我打电话，说之前给他运送过去的煤气罐被炸毁了。虽然这只是第一次，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想着成立一个雇佣兵团，帮忙护送一下。你这样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就是一些煤气罐而已，价格估计还没有护送的费用高吧？会有人请雇佣兵来护送这些东西吗？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想问的是，如果在国外参加或者成立雇佣兵公司，在国内会有什么麻烦吗？这个我并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记得网上好像就有人在国外参加过外籍军团，回国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事。回头我找人给你问问吧。那就谢谢你了。知道大概，陈凡刚准备好好研究一下雇佣兵团的事情，陈年就从外面着急忙慌的走了进来。陈凡，不好了，咱家的猪丢了。爸，猪怎么还能丢呢？不是都圈起来了吗？有人把我们的围栏剪了个口子，猪应该就是从那里跑出去的。说一头猪不用这么着急，我帮你去找找。要是就一头猪的话，我就不说了，丢了15头。15头？这么多？陈总，你们家什么时候开始养猪了？陈凡把包后山给老爷子种树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那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场吧，然后让老爷子跟我回去做个笔录。好。于是陈凡他们一行人来到后山上，周围围的铁丝网被人用钳子剪开了1人宽的地方，周围还有猪的脚印，外面还有3轮车的印记。这个不大好找啊，周围一点监控都没有。说着话，宋泽还回头看了一眼周围。一会我立刻让人开始排查，这里虽然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但可以从其他路口和屠宰点以及销售点去查。你们养的都是野猪，应该不难找。那就辛苦你了。回去之后，陈凡觉得以后这样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于是他立刻在系统科技类面板当中找到了一个叫有源座相控阵雷达的东西。有了这个有源相控阵雷达，再配合无人机的录像喊话，就可以全天24小时不断的对整个山进行防护林。于是陈凡立刻在系统中将这个有源相控阵雷达买了下来。这套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可以同时监控上千个目标，除了能够设定检测山下的围栏，还能给野猪添加编号，还能检测所有野猪的位置信息。同时陈凡又购买了2架无人机，这2架是用来驱赶野猪和给想要过来搞破坏的人的拍视频留证据的。经过3天的时间，陈凡将整个相控阵雷达系统安装好，把系统调试好后，陈凡找到陈年想要跟他说这件事。可一见面，陈凡就看到陈年的眼睛因为熬夜都红了。爸，你这几天都没睡觉吗？偷猪的人还没抓到，我怕他们还会来。这几天晚上我跟老王他们都在山上住的，一会回去好好睡个觉吧。我在山上安装了警报系统，只要有人敢再来偷，就会立刻响起警报，并且无人机会自动前往驱离。无人机？对，无人机可以过去拍摄视频，给警察提供证据，而且还可以喊话让他们离开，这可比你在山上睡觉速度快多了。你要是不相信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呵，去试试，要是真能行的话，那我就回去睡觉。说完，2人来到围栏外，准备检验成果。车凡，这也没啥动静啊。爸，你别着急啊，你从山上到这里至少也得10几分钟吧？那不就对了，无人机虽然比你走得快，但也得有点时间飞过来才行啊。陈凡正说着话的时候，就听到头上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一抬头就看到天空上一架无人机正在快速的朝他们这里飞过来，在距离他们10几米的半空中停了下来。前方是百年实业承包的山，当前已进行全程拍摄，请立即离开，否则将报警。这东西真不错啊。陈年往后退了10来米之后，无人机就停止了喊话，但却没有离开，接着又往后退了20米，超出了陈凡设置的警戒范围，无人机开始了返航。车凡，要是我就是不走，而且还继续往里面去，会怎么样？暂时不会怎么样，我们那边的警报器会响，而且还会根据情况的不同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你强行闯入的话，我那边会有特殊的警报声，到时候我会过来。可要是等你赶过来的话，那猪不早就被他偷走了。这个不用怕，我们的无人机会跟着他，而且我的雷达能够检测方圆50公里，
不管他走到哪里，我这里都会有显示的。哦，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得回去睡觉了。我送你吧。把陈年送回家后，陈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准备给几个工厂找升级项目。首先就是给钢铁厂升级，在系统中购买了钢材的精炼技术和特种钢材技术。这个时候系统的进度条增加了一些，达到了 0.4558。而油漆厂购买了一袋超导材料，这种材料可以小面积吸附雷达光波，减少30%雷达反射面积。半小时后，陈凡把所有的厂接下来方向都定好了，顺道在无人机系统中购买了4翼无人机、穿越机和反无人机技术。接下来几天，陈凡把在系统中购买的技术在研究中心通通落实到位。陈总，能不能再给我发一批煤气罐？上一次已经把厂里所有的存货都发过去了，按理说这么多的煤气罐，加上以前发的那些，绝对已经够用了。他怎么还让往那里发呀？还不够吗？如果全都运送过来的话，应该够了。可其中一大部分被以列的摩萨德给炸毁了，我们的秘密的道也被摧毁了。摩萨德？这是以列军的情报部门。我这边已经没有库存了，如果给你发货的话，可能不会太多。而且就算发过去，你怎么送进去？我们这次准备花高价聘请雇佣兵帮我们护送。护送一次能给他们多少钱？1000万大英王朝币。法拉赫斯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陈凡都愣了。要知道他给法拉赫斯发一次货也用不了这么多钱，而这些雇佣兵就只是护送一下就能赚到6000多万大小王朝币，这么大的利润让陈凡着实有些眼红。能不能麻烦你再给我们调拨一批，我们这里急用。你能不能把护送这件事交给我？交给你。为了防止山上的猪被偷走，我直接研发出相控阵雷达搭配无人机进行看猪养鸡。此时的中东土豪那边传来发过去的煤气罐被炸了，而我打算成立雇佣兵团进行护送，中东土豪却阻拦。陈总，我不想跟你开玩笑，你还是就只管发货就行了。这次货物送到黑金王朝，我会找人护送的。我是认真的，你不需要管我是怎么把货运送过去，你只要答应货到付款就行了。别忘了，就算你找别人护送，也有可能会被拦截下来。那样的话，你不光货物得不到，而且我这边还需要支付费用。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我的这个方案呢？陈凡说完之后，电话那头的法拉赫斯承诺了。陈总，我再问一次，你想要让你护送吗？这会非常危险，很有可能会因此丧命的。说实话，跟你合作很愉快，我感觉这个人很好。从我个人角度，我是不想让你参与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讲好了，还是要坚持的话，我同意你的方案。你放心吧，这一次我一定会把货给你安全送过去的。陈总，这边很危险，你一定要小心。我知道。说完就挂掉了电话。陈凡在系统当中找到跟战斗有关的一些技能，枪械大师技能、特殊机械驾驶技能、近身格斗技能，前后直接花了陈凡将近5000万大小王朝币。紧着在网上找一些雇佣网站进行筛选，找到了一个自称是在特种部队退役，想要找一份保镖工作的人，然后通过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你好，白皇室是吧？是我，你是？我叫陈凡，我看你在网上看到你是一个在特种部队退役的士兵，想要找一份保镖的工作。是的。我这边有一份需要去国外的工作，月薪10万加提成，你愿意考虑一下吗？10万？什么工作？护送一些货物，会有一定的危险。你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在国内，我有一批货需要发往国外，需要有人护送一下。不干。为什么？是因为怕有危险吗？不是，我不干违法的事情。我送的不是违法的东西，就是一些煤气罐而已。煤气罐？对，具体的情况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如果你有意向想做的话，可以来我这里实地看看。如果你不想做的话，你看看有没有战友什么的，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我可以报销机票和一切费用。真的吗？当然了。那好，你给我发个位置，明天我联系一下战友一起去。没问题，我等着你们。不过有件事我需要提前跟你说，想要入职需要经过考核，考核过了才可以。哈哈，这个你就放心吧，只要是跟安保有关的，我们都没问题的。第二天下午，白黄他们一行5个人站在百年实业的大门口，每人都露出疑惑的表情。你们好，我是陈凡。老白，你这也太不靠谱了吧？就是啊，这样的小铺场能有国外的生意，还需要护送。哎，本来还以为能接到一个大活呢，没想到白走一趟，浪费时间。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今天我豁出去了，也要让你知道骗我的代价。哦，代价是什么？看到陈凡那充满挑衅意味的话，白黄一下高呼，抬脚就朝着陈凡的胸口一脚踹了过去。本以为这一脚会把陈凡踹飞的，但没想到这一脚出去却被陈凡躲开了。如果你就这实力，还不配加入我的团队。陈凡这话让白黄更加生气，当下也不再留手，一拳朝陈凡打了过去。可这一次又被陈凡轻松躲了过去。白黄这次被惊讶到了，接连开始进攻，不管他怎么进攻，都能够被陈凡巧妙的化解。这个时候，旁边站着的那几个人也都傻眼了。我靠，这小子身手可以啊！这哪是可以啊，根本就是牛逼了，好吧？老白已经开始用全力了，可依旧不能伤到他。这才回来几天啊，老白身手怎么就不行了呢？你行你上啊！没看出来那小子好像对我们的攻击方式很熟悉吗？
每次老白在立功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躲避了。白黄一口气对着陈凡连续进攻了10几次，根本打不到陈凡。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这家煤气罐厂的老板。你身手为什么这么好？这个可能就是天赋吧。没想到陈凡这随口编的借口，却让白黄和他的那些战友们都破防了。另外一个人看不下去了，直接来到陈凡面前。我跟你过2招试试。来吧。陈凡说完，那个人直接就冲了上来。白黄的进攻多少还有些保留，但这个人根本就不把陈凡当成一个普通人看，全都是一击致命的那种招数。陈凡虽然有着格斗大师的技能，但是面对他这种打法，自然也不能跟刚才那样轻松了。陈凡看准一个机会，直接将他一脚踹飞回去。看到自己的战友竟然被陈凡踹飞了，白黄他们都再一次傻眼了。我打不过你，你还不错，怎么样？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你真有在国外的任务？我们去办公室里说吧。来到办公室里，陈凡将煤气罐的事情跟他们几个人说了一遍。一个煤气罐也就100-200块钱，还没有运费贵吧？那边的人都是傻子吗？他们是不是傻子？我不管，但人家已经给钱了，我就要发货。至于他们是怎么想的，不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对，有钱就赚，管他是怎么想的呢？陈凡，你刚才说这些东西要送往迦南？对，那边正在打仗吧？估计快了。我们要是去那里没有武器啊？武器我想办法。月薪10万。对，不过这是有任务的时候，没有的时候1万。有5险1金吗？有。好，我们要商量一下。那你们在这里商量吧，我出去逛一圈。几分钟之后，陈凡从外面走了进来。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虽然这雇佣兵的危险确实很大，不过我们几个除了能干这个，也不会做其他的了。你们虽然已经同意了，但我说过，我还有考核，只有考核过了才能加入，否则去了也只是在送死而已。说吧，你想怎么考核？3个：格斗、枪械、隐藏。格斗算是已经考过了，下面就是枪械和隐藏。格斗倒是没什么问题，枪械你怎么考？跟我来。10几分钟之后，陈凡带着他们5个人带来了附近一个集市上的气枪打气球的摊位前。陈凡，你不会打算就用这东西来考验我们吧？这里怎么了？怎么了？这气枪能跟真枪比吗？别的就不说了，他这根本就不准啊！如果不准都能打到，那用真枪根本就不用测试了。陈凡这话说的，他们几个人竟然没有办法反驳。老板，给你500块钱，包2个小时。好。20米远，10发中9，给你们一次叫枪的机会。没问题。白黄说完，拿起气枪往前走了20米，然后一个十分标准的架枪姿势开始瞄准，10发子弹全部命中，剩下的几个人也都一样，全部百发百中。枪械没有什么问题了，跟我走吧。说完，陈凡后带着他们来到了煤气罐厂的后山。这座山被我承包了，我在山上安装了相控阵、雷达和无人机，你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躲藏，我会让公司里的人来找你们，还会让人通过无人机的监控查找，只要你们被发现，那就是淘汰，3个小时内不被人发现，就算通过。什么？陈凡，你刚才说在山上安装了相控阵雷达？为了测试5个人雇佣兵作战能力如何，第一测试近身作战能力，2测试射击能力，3测试躲藏能力。我让研究中心200号人上山去找他们5个人去。你说他们可能会藏在哪里？山顶上吧，那里上去的人少。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能藏在山洞里，这里是最难找的。我觉得也是，我们上去看看吧。这些人边聊边找，快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就看到有2个人从山上气喘吁吁的往下走。你们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我们从那边上来了，本想上去看看的，爬到一半感觉太累了，就下来了。哎，你们就这么放弃了？没有，我们在山下找找。我觉得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知道我们肯定会上山找，所以藏在山上还不如藏在山下安全。尤其是围栏边，那是别人最不容易仔细找的地方。我觉得他说的对啊，有句话叫灯下黑。如果那些人藏在围栏那里，肯定没有人去找。我觉得也是，要不我们也去下面找找。我看行，爬上去太累了，我们就在下面找吧。说着话，这几个正要上山的女孩也转身准备去山脚下找。那个我们能一起吗？如果找到了，钱我们平分。不过要是真发现了，你们可得帮我们去抓人。我们都是女生，肯定跑不过那些人。没问题。就这样，在几个女生的掩护之下，白黄和猎豹就这么堂而皇之的下山了。等他们一行人来到山脚下后，白黄还装模作样的来到陈凡面前问道：“陈总，是我们发现他们就行，还是必须要抓到才算？”只要认出来就行，不过你们得小心一点，那些人可都是特种部队退役的，不光能藏起来，也有可能假装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陈总，你就放心吧，我的眼睛就是尺，我一眼就能认出来。那就好。我们从这边开始找吧，所有的围栏附近都有可能藏人，尤其是有树的地方。说着话，白黄还装模作样的蹲下朝远处看了一眼，那里藏了个人。几个女孩听到白黄的话，也朝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在他们100多米外的地方，看到有人蹲在围栏边上。这个发现让这些女孩非常兴奋，跑得比白黄和猎豹都快。陈总，你是裁判，可不能给他们通风报信啊。
那你们还敢来裁判跟前嘚瑟？听到陈凡说的，白黄脑袋一缩，不再说话，也朝着远处那个人跑了过去。远处那个人在听到这几个女孩的声音之后，站起来就跑。几个女孩看到那人跑了，立刻让白黄和猎豹去追。好，我马上去追。说完就朝着远处那个人追了过去。我跟你说了，我真不是那些人，你抓错人了。那你鬼鬼祟祟的蹲在那里干什么？我……男生憋得脸通红，却也没有解释。他越是这样一副难以解释的表情，几个女孩就越发的认定他就是那5个人之一。我真不是的，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要真是，怎么可能藏在这么近的地方？这不一下就被找到了吗？那你说，你要不是的话，那藏在那里干什么？不知道有句话叫做灯下黑吗？我看你就是想利用这个漏洞，觉得没人会检查这里，所以故意躲在这里的。帅哥，还是你们聪明啊！要不是你们，我们也不可能抓到这个人。等一会发了奖励，我们请你们吃饭。你这话说的，就算没奖励，我也想请你们吃饭。那你想请我们当中哪个人吃啊？我请你们所有人吃。正聊着天，突然有个女孩皱着眉头问道：“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这话一出，被他们抓到的那个男生脸都绿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白黄看到那个男生的窘样，也不想再继续为难他。这里有不少散养的鸡和猪，不臭才怪呢。我们都已经抓到人了，就先出去吧。里面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想抓第2个也不大可能了。啊，我们还是先出去吧，这里太臭了。于是他们一行人就直接来到门口，找到陈凡。陈总，你看我们抓到一个，什么时候可以去领奖金啊？等结束之后，我再公布结果。那我们就先出去了。说完，白黄和猎豹就跟着那几个女生一起走了过去，坐在围栏外面不远的地方聊天。另一边，几个男生来到半山腰的一个山洞外，这里面肯定藏人了，我们进去看看。这里面太黑了，我有点害怕。没事，我们人多，大家都把手机打开就行了。听到他这么说，于是一行人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开始往山洞里面走去。刚进去不到10米，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翅膀扇动以及叽叽的声音，顿时吓得几个女孩全都尖叫着跑了出去。这些人抬头一看，洞顶上竟然有很多蝙蝠，一个个的倒挂在上面。但男生们不怕，摸摸索索的继续往前走。走了大约10分钟之后，他们终于走到了尽头，在他们前面是一个水池。这里什么都没有啊。是啊，来了一趟。走吧，走吧，这里太吓人了。在简单看了一圈之后，这些人就开始掉头往回走。等他们这些人离开之后，乌狼的头从水里慢慢露出来，在这个山洞外面的一棵松树上，青鸟蹲在树杈上。这个时候，一架无人机从他头顶上悬停着，这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在陈凡的办公室里，10几个人围在陈凡的电脑旁边，都紧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中无人机停在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这无人机是不是搞错了？这里没有人，怎么停在这里了呢？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藏在哪里了？就这么点地方，如果藏人的话，我们肯定能够看到的。可能是系统识别错了吧？赶紧看下一个。于是青鸟就在这些人的眼皮子底下，没有被他们发现。时间到了，我们过去吧。好，陈总，你确定山上有5个人？一会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没一会，泰山从山上缓缓走了下来。你藏在哪里了？我藏在山洞里了。山洞？不可能。对，我们都已经走到最里面了，根本就没有藏人的地方。嘿嘿，山洞里是不是有很多蝙蝠？你们这些人被蝙蝠吓得不敢抬头看。听到泰山的话，这些进入山洞内部的人立刻明白了，他就在洞顶上。这时候布朗也浑身湿淋淋的走了过来。你藏哪里？怎么身上都是湿的？我也是在山洞里，不过在最里面的那个水池里。什么？听到孤狼也在山洞里，之前那些进入山洞找人的那些人都惊呆了。最后一个回来的是青鸟，他身上什么样都没有，而且看上去一点也不狼狈。你藏在哪里的？我在山洞口的树上。这怎么可能？那棵树我还观察了好久，也没有看到你啊。对呀，我也看了，你是不是说谎呢？面对质疑，青鸟拿出自己的手机说道：“你们看，我还在树上拍了视频。”陈总，你不会就只在山上藏了3个人吧？其他人怎么不出来？人被我们抓住了一个。女生说完，只见白黄和猎豹压着一个男生走了过来。这不是我们项目部的徐岩吗？他怎么成了那5个人之一了？不知道啊。哎，徐岩，你是那5个人之一，你早说啊，让我们来抓你啊！陈总，我们抓到了一个。确实有人跟你们在一起，不过那个人并不是徐岩。陈凡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陈总，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把人抓住了，你却说不是他。山上的那5个人并不是咱们公司的员工，所以徐岩根本就不是那5个人之一，他不是呢。说着话，几个女生的目光同时看向了跟他们一起的白黄和猎豹2个人。那个陈总说的人是我们2个。对，真的是你们2个。不过我说了请你们吃饭，还是算数的。难怪你当时说，就算拿不到也会请我们吃饭呢。嘿嘿，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白白高兴了一场。好了，人都已经回来了，团建结束，下午继续休息，晚上我让范青加餐。恭喜你们已经通过了我的测试，欢迎大家加入战狼佣兵团。
我成立战狼雇佣兵团，飞往千里的中部，只为了把煤气罐护送到客户手中。你们好，我叫哈利德，你们是从大夏王朝来的吗？是的，你是法拉赫斯派来的。这二首领派我来给你提供一些武器弹药。听到哈利德说二首领，陈凡直接愣住了，他没想到法拉赫斯竟然是迦南的2号人物。给我们的武器弹药在哪里？请跟我来。说完，哈利德就带着陈凡他们来到一个地下室，里面摆放着几个箱子。这就是我们给你们准备的弹药，这些武器弹药都是二首领亲自给你们挑选的，都是我们那里最好的武器。另外，他说如果你们还需要其他的，可以跟我说，我会想办法帮你们联系。那就辛苦你了。说完就让白黄他们打开箱子。当打开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一些防弹衣和防弹头盔，以及军用靴子等。这些东西有些老啊。白黄拿起一件防弹衣，掂了掂，至少有20斤。怎么都是 AK， 没有其他的吗？这是火箭弹。看到这些装备，白黄他们几个人都觉得这些武器太差了。哈利德，你们全都用这个？给你们的这些已经是我们那里最好的了。你能帮我联系黑市上的武器供应商吗？我们人数少，需要一些特别的武器。我虽然可以帮你联系，但费用需要你们自己出。黑市上的武器太贵了，钱不是问题。来到黑市，看着眼前这花里胡哨的各国武器，以及那动辄就是7、8万甚至10几万起步的自动步枪，陈凡他们几个人都傻眼了。一把 HK416D 竟然需要15万大英王朝币。15万大英王朝币算什么？你看，我们的951B 都卖30万。我擦，真是951B，这枪怎么出来的？队长，给我们弄一套951B 吧，这枪我们之前一直在用，现在用起来也很顺手。对了，队长，就买951B 吧，大不了我们少要一些佣金也行。几个人都非常喜欢951B 那把枪，陈凡也很喜欢，只不过他并不想花这么高的价格购买，于是悄悄的在系统查看了一下，发现系统当中居然也有这把枪，而且各种武器弹药全都有。我突然想起来，我在这里有个朋友，我让他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这枪。你们在这里等一会，我去找我朋友那里看看。说完，开着一辆皮卡车就离开了。陈凡走了之后，白黄他们几个人开始议论起来。陈凡实力这么强吗？在这里都有朋友？对呀，他原来不就是个卖煤气罐的吗？怎么还会有卖军火的朋友呢？谁知道呢？等他回来看看他拿的什么武器，不就知道了吗？陈凡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把车停下，然后把系统导出来，购买了性能也非常好的安佩18茂敏感突击步枪，顺手把大菠萝和 RPG 火箭筒、防弹衣、防弹头盔等等都买了一些，还购买了20架4翼无人机、100架穿越机。在陈凡付完钱之后，这些武器装备就出现在了陈凡那辆皮卡的后备箱里。老白，来卸货了。把车开到院子里之后，陈凡对着房子里的人喊，白黄他们几个人立刻从屋里出来。这么多，看着满满一大车的箱子，白黄他们几个人都愣住了。怎么没买951B？没买，我们都是大夏王朝的人，如果再用大夏王朝的武器，万一被人发现了，还以为我们是大夏王朝派来的，这样对大夏王朝不好。陈凡这么一说，他其实立刻就明白了。MK188的零短突击步枪虽然比我们的951B 差点，但也不错了。陈凡说的有道理，我们不能给大夏王朝惹麻烦。你们检查一下装备，看看还缺什么。如果不缺的话，就赶紧休息吧。明天我们去外面打探一下情况，看看附近有没有其他的雇佣兵。等货到了，我们立刻就开始行动。第二天一早，陈凡他们就来到埃及和迦南王朝边界处。不是说边界已经被埃及王朝管控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车进出？这管控的只是不让普通人出来，物资运输车他们还是不管的。你们说他们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出来呢？里面那么危险，不出来的话，等以列那边发起地面进攻，得死多少人啊！就在陈凡他们正说着话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响声，一辆即将进入迦南的物资车被炸毁。就在所有人都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又有一辆物资车被人从远处发射了一发，紧接着就有人开始打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陈凡他们也都藏在附近的一个高地上观察。这些好像都是雇佣兵啊。这里毕竟是埃及的地盘，不管是迦南还是以列都不想在这个时候得罪埃及王朝，所以他们只能使用雇佣兵。埃及王朝也就假装没看见。远处的战斗持续了战时，最终那些准备前往迦南王朝的物资车队，在损失了18辆之后，只有2辆车成功进去了。这双方的人数有些不成正比啊。负责护送的雇佣兵是一个跟陈凡他们一样只有5、6个人的小队，而对方的雇佣兵却有20、30个人。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到时候该怎么办？青鸟和泰山在这里看着东西，其他人跟我走。我们去干什么？给你们提升一下自信心。听到陈凡这话，白黄他们5个人都是一脸的懵逼。随后陈凡开着车带着白黄、乌狼、猎豹3个人来到了一个地下酒吧，酒吧里很多都是来自各个地方的雇佣兵。几位先生，是头一次来吗？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吗？在这里只要你有钱，想要玩什么都可以。那个擂台怎么玩？很简单，
只要上去打败里面的人，就能得到10万大英王朝币。不过挑战的话需要交5000块的报名费。打败一个就可以，这钱也太好赚了吧？是的，只要打败他，那么10万块和我今天晚上就都是你的了。那有没有赚钱更快的方式？零，打败了他之后，你可以选择继续在擂台上等着别人挑战。打败1个人，奖金总额就会多1万大英王朝币；打败2个人，奖金总额就会多4万。如果你有足够的实力，今天晚上赚100万也不是不可能。听到他这么说，陈凡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从里面抽出10张递给金发美女。我就喜欢这个，帮我们找个位置好的座位。好的，你稍等，我去安排。你们不是感觉我们的对手多吗？这里的人可绝大多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敌人。陈凡的话还没说完，白黄他们3个人就已经明白陈凡的意思。队长，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这个办法真不错，能够在不动枪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未来的敌人。每人至少打10个，这样到时候我们的敌人就少30了。一会别忘了告诉他们我们的佣兵团名字叫战狼。为什么要告诉他们？万一他们以后找我们报仇怎么办？如果他们感觉实力跟我差不多，才会想着报仇。但如果把他们打怕了，那他们就不敢了。别忘了，人的名数的影，只要我们把威信树立起来了，到时候他们想要狙击我们，自己心里就得掂量一下了。听到陈凡的话，白黄他们都是眼前一亮。这时候那名金发美女走了。先生，位置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好。陈凡说完就跟着他来到了2楼的一个包间，这里能够清楚的看到楼下擂台上的情况。那我先去了。不要拖，避免浪费体力。明白。说完白黄就直接走了下去，进入到擂台上。男人在擂台上以一敌百，只为了护送煤气罐更加的安全。台上这小子是个狠人啊，一脚把人的肋骨踹断了。你没看出来，每次他都能提前预估到别人的进攻方向，然后提前做出预判进攻吗？这家伙有点东西，要是在战场上遇见他，怕是有些难缠啊。台下那些正在围观的人群当中，看着陈凡纷纷开始议论起来。2楼上一个包间内，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看着擂台上的陈凡，对身边的人问道：“这几个人的底细查出来了吗？”没有，老板，他们我的系统库里没有这些人的注册信息，他们应该是头一次出来，或者还不知道暗网。有点意思，没想到我们大夏王朝竟然也开始有雇佣兵了。老板，大夏王朝不是不允许雇佣兵的存在吗？原来肯定是不允许，但以后谁知道呢？随着大夏王朝在海外的利益越来越多，以后肯定也会需要用的雇佣兵的。难道这些人就是他们派来的？不像，如果真是大夏王朝派来的话，他们不会这么高调，找人观察着，另外尽快把他们的底细摸出来。是。先生你好，现在擂台时间已经到了，请您跟我到后面来拿奖金。陈凡在擂台上等了10几分钟，就再也没有人上台来挑战他了。这就没了？下面不是哪有那么多人没上来吗？先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打擂台的，更多的人都只是喜欢看别人打，请您跟我来吧。陈凡从擂台上下来，跟着那个服务员来到了2楼的一个包间里。不是说让我来这里领钱的吗？你怎么走了？他这话才刚说完，前面靠近窗户的地方，一个女人转过身。小朋友，钱在姐姐这里领。听到这话，陈凡这才朝那个女人那里看过去。让陈凡诧异的是，眼前这个女人竟然是一个大夏王朝的人。姐姐漂亮吗？漂亮。嘴这么甜，奖金现在转给你。等一下哈，这里信号一直很差。你用这个试试，可以连接卫星信号。看来你奖金赚不少呀，这个可不便宜。左下角免费领的，没花钱，你喜欢也可以去我左下角免费领的，我还有一台在路上呢。真能领啊，我每次看视频左下角都懒得下。当然，我都验证过了，里头8000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填个地址，隔天送到家，下载的基本都能领到。这回还降低了领取门槛，我这台苹果15随便试试就到手了。你也领到了，怎么现在才说？我想等证实了再告诉你。今天内下载还有不限量 iPad Pro 配套送，都全新顶配机，保证人人有。这么好，要拉人助力吗？不用，但只有从我左下角进入才行。上线先领998，再装备神器上古神剑，自带剑气，剑剑清平，一天能升300级。苹果华为轻松到手。这么简单，我试试。你是战狼佣兵团的团长？是。过几天你们打算运货去迦南？听到他的话，陈凡一惊，满脸警惕的看着他，没有回答。看来我猜的没错。你好，我叫王艳，你可以叫我燕姐。我是暗网在中东的负责人，不用太惊讶，我们暗网除了发布佣兵任务之外，也贩卖情报。在我们这里没有派系，没有对立，这些雇佣兵可以在这里畅快的休息玩乐，也可以在我们这里接受任务，购买情报。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小朋友，你是第一次接任务吧？难道你之前没有听说过暗网吗？听说过。你们想要利用我们暗网接收任务，购买情报，
需要先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你还没有注册吧？没有。想要注册需要有推荐人，我可以做你的推荐人。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今天晚上你有30多万的奖金是吧？舍不舍得给姐姐啊？你差那点钱。那你说你可以给我什么呢？我没什么给你的。要不今天晚上你留下来陪姐姐一晚上，姐姐就做你的推荐人，怎么样？听到他的话，陈凡愣住了。就在这时候，王艳突然对陈凡出手了。只见他手里握着一把匕首，就朝陈凡的胸口刺过去。还好陈凡一直都对他有所防备，一伸手就抓住了王艳的手段，然后直接反手将他手里的匕首打掉。可王艳也并不是吃素的，转身就利用自己的小巧的身材，将手翻转过来，并且给陈凡一过肩摔。陈凡也不是吃素的，直接一脚将他踹了出去。小家伙，你下手怎么这么狠呢？彼此彼此吧，钱给我吧。哎呀，不就是30万吗？还没我这件衣服贵。给，不解风情的家伙。陈凡接过支票看了一眼，转身就往外走了。这个臭小子下脚可真狠啊！老板，要不要派人跟着他们？不用管他，他明天还会来的。不过这小子有点意思，想利用我们暗网的地盘，让狙击他们的雇佣兵丧失战斗力。随后陈凡带着白黄他们回到住处，看到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3人，留在住处的青鸟和泰山的2人吓了一跳。你们这是干啥了？让人打成这样？没啥，打了个擂台，提前让一些敌人丧失了战斗力。打擂台怎么不让我去啊？别着急，明天就带你和青鸟去。听到陈凡说明天就让自己去，泰山一下兴奋起来。快说说，你打了几个？白黄将在擂台上的事情跟泰山说了一遍。当他说到陈凡一个人打败了10几个人，一直到没人敢挑战他，才下台的时候，泰山眼睛都直了。那些可都是雇佣兵，你们打4个就这样了，陈凡怎么可能打10几个身上一点伤都没有？第二天，陈凡带着青鸟和泰山2个人再次来到那个酒吧，跟昨天一样，先是青鸟和泰山2个人上去打擂台，等他们打完之后，陈凡再去打。这一次同样的陈凡也打伤了10几个人，于是在走之前，让服务员带着自己找到了王艳。王姐，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事？我想给擂台提升一下奖金，这2天我一共赚到了60多万的奖金，明天我把这些奖金全都拿出来，我自己再添40万，一共100万奖金。规则就只有一条，打到对方站不起来为止。小弟弟，你们就是护送一些煤气罐而已，根据之前的情况，顶多也就是2到3支雇佣兵，大约30人左右去阻拦你们。你胆子这么小，还做什么雇佣兵啊？没办法，我不想让跟着我的队友受伤甚至牺牲，只能想办法提前消耗一下可能存在的敌人。怕死就不别做雇佣兵。我不是怕死，前几天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场阻击战，交战双方的装备都是最先进的，而且狙击方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很先进。现在的我有些火力不足恐惧症，但人在国外，我又没办法搞到想要的武器，所以只能想点别的办法了。那你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装备？这个……你放心吧，不会有人花钱来买你们消息的，就是一个煤气罐而已，还没有买消息的钱多。我们暗网的消息可不是那么便宜的。另外，我这里也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你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武器？缺的我可以帮你配齐，价格肯定不会多收你的。听到王艳说他们这里也可以提供武器装备，陈凡的眼睛一亮。你说的是真的？当然了，我堂堂一个暗网中东地区负责人，会骗你？我就买了5人份的头盔、防弹衣、自动步枪、手枪，还有5挺大菠萝、10个 RPG 以及50发炮弹、20箱手雷，还有20架4翼无人机、100架穿越机，就这些了。陈凡说完就看到王艳整个人一脸震惊的样子。自动步枪、手枪都是正常的 ，RPG 和大菠萝我也可以理解，但是20箱手雷就有点过分了。但我也能够理解，但那20架4翼无人机和100架穿越机是什么意思？你是准备去搞屠杀，还是护送啊？没什么意思，我们人少，就是想增加一下火力。那你说，你想补充什么武器？能不能给我找100架无人机？无人机倒是有，但没那么多，而且雇佣兵打仗哪有用这个打？等我们完成这单任务之后，就会有人用了。可是你要那么多无人机干什么？无人机都需要有人操作，你们就只有那几个人，100架根本操作不起来啊。对于王艳这个问题，陈凡没有回答。能不能弄来？最多能找10架，多了我这里也没有了。还有，以后别跟我说你有火力不足恐惧症了。第二天，陈凡他们去的时候，酒吧里已经挂上了横幅：100万擂台挑战赛，擂主除应有的奖励之外，还会额外奖励100万。我立的这个规则怎么样？非常好。说吧，应该怎么感谢姐姐？我可以注册你们的组织。这算是感谢我的啊。对呀，不然你打算让我以身相许？也不是不可以啊。这样吧，擂台赛的奖金全都给你，你看怎么样？行吧。对了，你要的无人机我给你找到了，你要不要过去看看？不过就只有10架。好。
于是陈凡跟着王艳来到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放着10几个箱子，打开里面都是无人机，只不过这些全都是民用的小江无人机。怎么了？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而且无人机的系统都太老旧了，根本没有办法使用。老旧，这些可都是最新的型号，你不会是想要那种军用的吧？那种我可给你搞不到。我说的老旧是指的这无人机系统，不是生产日期。这些无人机系统只能用来查看，根本不能接入其他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我要来也没什么用。那算了吧。我豪砸100万大英王朝币作为奖金，让可能会出现在战场上的敌人在擂台上他们互相把对方给干趴下，从而护送煤气罐更加安全。货物明天抵达，请做好准备。老板，陈凡走了。他怎么这么早就走了？说完之后，王艳脸上突然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他知道陈凡突然走了，就肯定要护送煤气罐。明天早上8点，叫上几个兄弟跟我出去一趟。另一边，陈凡回到住处之后，把白黄他们几个人全都叫了过来。明天我们要护送的那批物资就到了，所以明天一接到物资后，我就立刻开始行动。下面我进行分工。10几分钟之后，陈凡将他们各自的任务布置完。白黄他们5个人互相对视一眼，都对陈凡的这个安排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陈队，你确定我们要这么做吗？虽然火力稍微有些弱，但目前我已经想不到更好的方式来。陈队，这哪是弱啊？我们这辈子就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对啊，头一次听说还能这么打仗的，这感觉我们的存在感好低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们要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话，那就按照我说的去准备吧。这还准备啥？你都已经把所有情况预想在里面了。难道你们之前在特种部队不是这样吗？我看电视上不都是这样吗？听到陈凡说看电视上都是这样，白黄他们几个人瞬间傻眼了。原本他们还以为陈凡是个久经沙场的老鸟了，没想到他刚才所布置的一切都是根据电视上来的。好了，大家都去准备吧。老白，你觉得陈凡这套作战计划靠不靠谱啊？我怎么感觉有些心里没底呢？我也有些心虚，不过仔细回想了一下，他的这套作战计划倒也没什么毛病，而且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动手，应该可以吧？就在他们几个人议论纷纷的时候，陈凡在房间里也自言自语起来。我刚才那句话说错了吗？怎么感觉他们的信心一下就没了呢？第二天一早，陈凡他们开着一辆吉普车和一辆6米8的大型货车来到了之前约定的地点。没一会，一个有着将近20辆车的车队从远处浩浩荡荡的朝这里开过来。准备行动。陈凡说完，来到货车的副驾驶上，拿出笔记本电脑，飞快的在电脑上输入了一排代码之后，后面货车上2台早就已经放好的10架无人机开始起飞。这10架无人机每一架上面都有1枚炸弹在上面。起飞之后，这些无人机上升到100多米的空中，开始盘旋。等那些物资车来到之后，根本没有停留，就在跟在了陈凡他们的车后面。老板，他们这是在干嘛？王艳早早的就带人找到了一个视野好的地方观察，看到陈凡在货车后面的车斗里竟然升起来10架无人机，而且这些无人机上面都还带着炸弹的时候，王艳瞬间就明白为什么陈凡看不上自己的那些无人机了。这边泰山、孤狼、猎豹3个人开着一辆皮卡车走在最前面，白黄开着大货车和陈凡2个人在最后面。青鸟没来，在住的地方将那100架穿越机全都架起来，随时准备接收坐标进行轰炸。车队在进入迦南之后，陈凡一边控制那10架无人机在前面护航。在车队前进了10几分钟之后，陈凡突然从前面不远处的一处被以列军导弹轰炸的废墟堆里发现了异常。泰山，注意你1点钟方向方500米的地方。听到陈凡的话，泰山立刻将皮卡上的重机枪对准了自己1点地方。猎豹也开始降低了车速，孤狼更是直接从车上跳下来，开始寻找制高点。陈凡控制着无人机提升飞行高度，来到那废墟的高处，通过放大摄像头查看下面的情况。有10个雇佣兵，此时他们已经躲在了废墟的掩体后面。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会用无人机探路，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自己的头顶上此时有架无人机正在观察他们。老大，那车队怎么变慢了啊？正常，他们现在已经进入迦南领地了，这里是迦南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地区，也是狙击他们最好的地段，他们自然要慢下来了。就在下面这些人说话的时候，陈凡已经控制着无人机来到了他们的头顶上。青鸟，画面和坐标已经传给你了。收到，现在就攻击慢。陈凡说完，青鸟立刻将那几个人的坐标输入电脑当中，然后按下了回车键。10架穿越机瞬间弹射出去，进入到空中，开始朝着各自的目标飞去。另一边，一名雇佣兵正用望远镜观察着远处车队的情况，忽然看到远处有10几个东西正快速地朝他们这里飞过来。老大，快看，远处有东西飞过来了！我擦，这是冲着我们来的，赶紧躲避！穿越的速度飞快，他的话才刚说完，穿越之后10声爆炸响起，这个雇佣兵团的人就此丧命。直到死，他们也没有想明白对方是怎么知道自己位置的。但在他们后面不远处的其他雇佣兵却是看得一清二楚。法克，这些家伙竟然有穿越机和无人机！所有人注意，不要在露天暴露自己，别让他们的无人机看到。该死的，狙击手，把那些无人机给我打下来！说道。这名雇佣兵团长的话才刚说完，不远处的一名就已经开枪了，将一架无人机给打了下去。
他的这一枪虽然成功的击毁了一架无人机，但却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孤狼看准他的位置后，用狙击枪一枪打掉了对方的狙击手。不好，对面也有狙击手，大家都小心点。陈凡看着电脑上已经变成雪花的画面，有些恼火。对方全都藏在楼中，他的无人机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放下电脑，陈凡拿着枪从车上下来，下车准备战斗，先把敌人的位置找到。陈凡在对讲机中一喊，白黄他们几个人立刻下车，开始寻找掩体。泰山吸引敌人注意，我从侧翼包抄。收到。泰山说完，就拿起大菠萝开始对着远处的一栋楼房开始扫射。这些子弹虽然打不中人，但却也能将对方压制的不敢抬头。于是陈凡趁机从侧面快速包抄，刚走出去100多米，迎头就看到一个同样也正朝他们这里包抄的雇佣兵。在陈凡发现对方的时候，对方也看到了他，只不过陈凡抬手只是一枪，这一枪并没有打中对方，只是将他吓了一跳，连忙藏进了掩体后面，时刻注意着陈凡这边的动静。陈凡也只能找个地方躲避，一时间双方谁也不敢先露头。紧着陈凡拿出手机，启动了一架无人机，操控着无人机来到对面的上空，然后丢下了一枚炸弹。随后有人从掩体内开了一枪，将陈凡的这架无人机给打掉了。就在陈凡才刚要继续前进的时候，前面又有一名雇佣兵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一次那名雇佣兵学聪明，他是藏在一栋楼房里。另一边白黄他们也已经跟对方的雇佣兵交火上了。队长，对方的火力太猛了，我们现在怎么办？让青鸟用穿越机进行火力压制，我马上突破过去，从侧面进攻。收到。白黄开始将对方的坐标传送给青鸟，陈凡也是再次启动一架无人机朝自己前面那个隐藏的敌人那里飞过去。不过这一次为了防止对方狙击手把无人机打下来，陈凡操控着无人机几乎是贴着地面走了。等无人机飞到前面那名雇佣兵掩体那里的时候，陈凡直接一枪打在无人机。王艳一直在观察着陈凡的行动，在看到他将无人机和作战联系起来之后，心中也是非常惊讶。看来陈凡说的没错啊，以后无人机战斗会被普及。正说着，又看到10几架穿越机朝着交战的地方飞了过去。巴克，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自杀式无人机？该死，还有人吗？冲着对讲机再次大声喊了一遍，可依旧没有人回应他。虽然已经没有人回应他了，可陈凡他们的穿越机还在不停地朝这里袭来。该死！他没想到10几个人居然这么快就全都被打死了，只剩下自己一个活着的。他也不敢继续在这里了，拿起枪就跑。不过刚跑出去没几步，就被人陈凡一枪干掉。停止攻击！陈凡说完，白黄他们停止了攻击，纷纷抱着枪走了过来。陈队，你这个办法可真不错啊！是啊，轻轻松松就消灭了10几个雇佣兵。赶紧走吧！雇佣兵想把我的煤气罐摧毁，我直接出动100架乱炸。当我把煤气罐送到目的地时，原本以为我护送不了的法拉赫斯却傻眼了。我的天啊，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也没什么，就是用了一些无人机。说完，陈凡给他看了一眼大卡车上还没有用完的10几架无人机。看到这些无人机，法拉赫斯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你竟然弄到了这么多的无人机，这很多吗？当然多了，你要知道我们根本买不到这个东西。你能把这些无人机卖给我吗？我可以给你出高价。好，我那里还有几10架穿越机，你要吗？啊？穿越机要？你要倒是可以，但我不能再给你送过来了。不用你们送，我可以派人去呢。你怎么拿？我们有地道，虽然大型的装备不能通过得到过来，但小型的还是可以的。剩下的穿越机就在我们住的地方，你找人去拿吧。好，那我就不留你们在这里休息了。我估计用不了多久，野猎军的地面行动就要开始了。等你们这边完事了，再到我那里去玩。如果到时候我还活着，一定去。他这话才刚说完，就听到周围响起来警报声。不好，空袭！法拉赫斯说着话，立刻将陈凡他们这些人拉进了地道中。这一次的等陈凡他们从地道中出来之后，就看到刚才还是好好的楼房，此时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废墟中隐约还传来哭喊声。看到这样的情况，白黄他们几个人二话不说就要去救人，不过却被法拉赫斯阻止了。陈，这里有我们，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那我们就走了，下次见。说完，陈凡就招呼他们上车。队长，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救人？来不及了，如果救人，我们可能就会被困在这里。汽车刚开出去没多远，一发炮弹打在了路边的一栋楼房上。加快速度，他们这是要开始进行地面进攻了。蚁猎军太过分了，这哪是打仗，他们这是要把这里夷为平地啊！就是啊，这半天轰炸的可全部都是平民啊！这些家伙真是该死啊！从迦南出来之后，陈凡让白黄他们几个人在住处帮助青鸟收拾剩下的穿越机，自己则来到酒吧找到了王艳。王姐，我想成立一个正式的雇佣兵团，需要什么东西？怎么看不下去了？想要帮他们？陈凡没有反驳，也没有承认。你帮不了他们的，这是他们自己的战争，就如同几10年前我们王朝一样。你知道一套装备加1条命需要多少钱吗？你知道在这种战场上人命是最不值钱的吗？陈凡，就算你再有钱，也根本不可能改变这里的局势。
我知道，我就是想成立一个佣兵团，保护好我自己的生意而已。其实成立雇佣兵团不需要有什么手续，你只要在我们这里注册一下就可以了。你可以在我们这里购买武器、情报，招募成员，接受和发放任务。那你帮我注册一下吧。好。在王艳这个中东地区负责人的帮助下，陈凡很快就在暗网上注册了战狼佣兵团。王姐，能不能再帮我个忙？什么？我们马上就要回大夏王朝了，之前买的那些武器装备暂时用不到了，能不能先放在你这里？没问题。那就太感谢你了，有机会你来大夏王朝玩，我一定好好招待你。这可是你说的，我如果回去，一定会去找你的。从王艳那里回来之后，白皇他们已经把剩下的穿越机和无人机交给法拉赫斯派来的人。我们走吧。3天之后，陈凡他们回到了大夏王朝。没多久，孙恒给陈凡打来电话：“陈总，有家大型车企想要来找我们合作，你过来一下吧。”哪家车企啊？通用汽车。通用汽车？陈凡有些意外，没想到头一个上门来找他们合作的车企竟然是通用汽车。对，他们说一会就到。好，我知道了。挂掉电话后，陈凡感觉这件事并不简单。随后来到油漆厂的办公室，孙恒开始给陈凡汇报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没多久，孙恒的电话响起了。喂，你好。你们已经到了是吧？陈总已经来了，我们马上下去。陈总，通用汽车的人已经来了，我们下去看看吧。好。说完，陈凡和孙恒2个人从楼上下来，就看到院子里停了7、8辆车，几个穿着西装打领带的人外国人已经站在院子里。你好，我是这家厂的厂长，我叫孙恒。刚才你们就是跟我联系的，这位是我们百年集团的老总陈凡。陈总，陈总，这是我们通用汽车大中华地区的高级副总裁克里斯。哈喽。克里斯捂着鼻子，皱着眉头，私下里打量着。听到翻译的话，这才满不在意的对着陈凡伸出一只手，想要跟陈凡握手。你好，陈总，你这家厂打个价吧，我们通用想要收购100亿。100亿？你开玩笑吧？是你先开玩笑的。如果你是来谈合作的，我欢迎；如果你是来找事的，那……陈总，你别生气，我们就是来谈合作的。求着我谈合作，就是这个态度啊。陈总，我知道你们这个厂现在的生意很好，但这个厂的产能太少了，我们可以对这个厂进行投资，帮助你们扩大产能，而且还可以帮助你们将车机卖到国外，这样你不就可以赚得更多了吗？你觉得我们现在会缺少想跟我们合作的人吗？说完，陈凡就不再理他们，转身回楼上去了。克里斯看到陈凡竟然敢如此无视自己，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那咱们就走着瞧。说完，克里斯就直接上车离开了。等他们走了之后，陈凡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把孙恒叫过来说道：“以后通用的人来，如果再提收购或者投资的话，就不要接待了。”我也没想到他们居然是这个态度。他们大厂被人求着习惯了，怎么可能自降身价来求我们？不过我们最近也得做好防备，这段时间让所有员工全都住在厂里，不要出去。另外，配方的保密工作要做好。放心吧，车漆的配方没有人知道完整的，我把所有工序都分开了，即便是他们把我们整个厂的人都挖走，也得不到配方。为什么？这个嘛，说来也很意外。咱们这个油漆厂最早的油漆师傅都是村里人，没几个识字的，他们添加的料都是我告诉他们怎么添加的，添加多少，至于添加的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还是得小心为好。自从通用的人来了以后，第2天又有10几个厂家打来电话，都被陈凡拒绝。唯独现代公司拿下了和陈凡的合作机会，这个合作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这让第一个来这里的通用汽车高级副总克里斯觉得很没有面子，于是就开始打起了歪心思，拿出电话打了出去。史蒂夫，去帮我偷一份资料，资料拿到手之后，把那个地方烧了，我让大夏王朝的人知道得罪我的后果。放心吧，我会让你满意的，酬金记得打到我的账号上。挂掉电话没一会儿，史蒂夫的手机上就来一条短信，上面是陈凡油漆厂的地址。漂亮国通用公司盯上我的油漆厂，并豪言要收购，我一口回绝。结果回去后让人把我油漆资料偷走，放火一把烧了。而这边第3研究所带着人来到油漆厂。乔主任，咱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就这种小厂怎么可能生产出来那么高科技的车漆呢？既然都已经来了，那我们就去看看吧。说完，乔建章就带着尹志他们直接来到了厂房里。你们好，我是这个厂的厂长，请问你是来谈合作的吗？把你们老板叫过来。听到他这口气，孙恒看了看他，又转头看了看外面院子里的考斯，以为这是哪里的大领导下来视察的，于是连忙给陈凡打了一个电话。陈总，厂里来了一群人，点名要见你。哪个厂的？看样子不像是来跟我们谈合作的，他们是坐着考斯特来的，看样子像是领导下来视察的。开着考斯特来的，你先招呼着，我这就去。领导，我们老板马上就来。你们这个厂开了有多少年了？有10几年了。生意怎么样？之前不怎么好，最近这段时间还不错，订单都已经开到明年来。
为什么这段时间突然变好了？因为我们老板研发了一种新型油漆，这种油漆有很强的防刮耐磨功能。防刮耐磨，那这种漆可是真不错啊。对了，你们老板叫什么？陈凡。陈凡听到这个名字，尹志一愣，脸色瞬间变得有些不好看。对，陈凡，领导，你们认识我老板？不认识。你们这个小油漆厂里有研发室吗？你们老板是怎么研究出这种油漆来的？这个我也不清楚。他们几个人正说着话，外面突然小跑着进来了一群人。那些人进来之后，就直接走到乔建章的面前，伸出双手说道：“乔主任，您来我们这怎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乔建章看着眼前这个人有些懵逼，他根本不认识这些人。领导，这位是我们县里的赵康生，赵书记。啊，赵书记你好。乔主任，这次来我们这里是要暗访吗？没有，就是听说这里有种新材料，过来看看。新材料？听到乔建章的话，赵康生都懵了。这时候，赵康生身边一个人小声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车漆的事啊！乔主任，我可是听说他们家的车漆不光有防刮耐磨的功能，听说还能在高速上躲避雷达测速呢。赵书记，那都是谣传，根本没有这回事。孙总，你就不用隐瞒了。如果我们没有线索，也不会找到这里来的。把车漆的配方给我看一下。尹志上来就要配方，孙恒根本不想给他。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陈凡来了。孙恒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连忙跑过去。陈总，你可算来了。那几个不知道是什么官的人，想要我们的车漆配方，咱们给还是不给啊？什么人啊？上来就要配方？你不知道配方是我们的命根子吗？随后陈凡往那些人看，就看到了正张大嘴一脸震惊的看着自己的乔建章、尹志几人。乔主任，怎么是你们？真的是你啊！早知道你们要来，就直接去我厂里，害我还被人追着跑了半天才过来。怎么回事？什么人在追你？不知道，我刚从煤气罐厂里出来，就被人盯上了。那人跟了我一路，快到的时候应该是被我甩开了。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没有啊，我这都是开门做生意的，能得罪什么人？要真说得罪的话，也就有几个车企想要投资我，我没同意而已。哪个车企？通用。陈凡，你家的这款车漆具有隐身功能，我估计他们都是冲着这个来的。这段时间你最好还是注意点，漂亮国那些人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你们也是为了这个来的吧？你早就知道我会来。车漆传说具有防高速雷达测速的功能，这应该说明车漆可以吸收一部分雷达光波，如果用在飞机上面，那么将会提升飞机的隐身效果。我说的没错吧？没错，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来的。你要知道，我们研究了10几年都没有研究明白的东西，我非常好奇你是怎么研究出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信吗？不能被高速测速雷达拍到这事，我也是后来才听别人说的。而且在听说了这件事后，我也知道这件事影响非常大，所以就开始让人倒推材料。现在生产的车漆已经没有那种功能了。你是说你们已经知道是哪些东西造成了车漆可以吸收雷达光波了？是的，我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现在就在研究这个东西。你还有研发中心？对呀，怎么了？在哪？我能去看看吗？可以，就在我煤气罐厂旁边。见陈凡同意了，乔建章不顾上跟县里那些领导细说，就直接拉着陈凡到考斯特离开，来到了研发中心3楼车漆研发部门。这里面研究的就是超材料，这种超材料是我们从之前的车漆当中分离出来的，它是由2种看起来并不是很特殊的材料，经过高温后发生的化学反应，改变了性质产生的。这种超材料具对于光波有很强的吸附性。吸附率能达到多少？现在有5%左右。不过如果能够对这种材料进行继续提纯的话，吸附率应该会更高。我能进去看看吗？可以。见陈凡同意了，乔建章立刻换衣服走了进去，对已经提取出来的超材料进行雷达光波测试。这一测试不要紧，把乔建章吓了一跳。刚才陈凡还说只有5%的吸附率，可他测试的时候竟然有8%的吸附率了。这些是经过提纯过的吗？是的，这个已经提纯了3次了。干得不错。从实验室里出来后，就立刻到一旁打电话去。主任，找到了。有效果吗？何止是有效果，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对那种材料进行了提纯，现在吸附率已经达到了8%。如果继续提纯的话，这将是用在我们隐身战机上的绝佳材料。真的？那太好了，立刻把他们的方案和配方要过来。主任，要过来不太好吧？哎呀，我说的是卖，你问问他们能不能卖给我们。这种材料他们自己留着也没用啊。这个怕是有些困难。怎么他们不想卖给我们？这个我还没问，主要是根据他说的，这种材料是从车漆当中提纯出来的，是高温产生的化学反应所造成的额外产物，需要提纯。就算他卖给我们技术，我们也不好从那么多量的车漆中提取啊。
老乔，你觉得这个事怎么办？我们可以跟他们合作，让他们帮我们提取，然后卖给我们。那就先这么办。主任，这件事事关重大，我觉得你得申请一下，派些人来这里保护着。我听说这几天就有人在跟踪这个老板了。我就打申请。陈凡，我就跟你直说了，你们现在研究的这种材料，就是我们所研究了10几年都没有什么头绪的材料。这种材料可以让我们的战斗机变成隐身战机，大大提高我们王朝空军的战斗力和威慑力。这种材料的重要性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想法。我们想跟你达成合作，你把提出来的超材料都卖给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但前提是这种材料只能卖给我们，你愿意吗？愿意。乔建章和陈凡谈拢，随后匆匆忙忙带着一些样品，便坐上车离开。乔建章的车刚从大门口出去，门外一辆车里，一直蹲守在门口的2个人看着那燕京牌照的考斯特都愣住了。这小子怎么还认识燕京那边的人？看样子还是官啊。不知道啊。就在他们2个人在这里聊天的时候，一个外国人从门口经过，走过门口的时候，还悄悄地对着门内拍了好几张照片。他的动作十分隐蔽，离远了根本看不出来。可这2个人就坐在车里，距离那个人的不到2米，所以将他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2个人互相对视一眼，都看得出来，刚才这个外国人不对劲。这人不会是外国的雇佣兵来杀陈凡的吧？我把大漂亮国的通用公司惹毛了，竟派人3更半夜翻墙进入煤气罐厂偷资料，意外触发了查打一体系统。请注意，您已进入监控区域，请立刻离开，否则将会受到惩罚。听到这监控的声音，那老外有些慌了，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就往灯上砸。老外手里的石头还没扔出去，就被院墙上的查大一体院墙打了一身的包。法克，老外没想到陈凡煤气罐厂院墙上竟然还有这种东西，他也没有办法继续翻墙了，只能骂骂咧咧的跑开了。陈凡第2天看到视频的时候也十分惊讶，他没想到竟然会有人想要翻墙进来，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外国人。这时院子里来了好几辆车，从车上下来了20多个人，这么多人突然来到陈凡这里，这让陈凡十分意外。陈先生你好，我们是第3研究所派来保护这里的。我们所长说，由于你这里情况特殊，暂时不让我们穿军装站岗。你们来的真是太及时了。昨天晚上我看监控有个其他王朝的人想要翻墙进来，你们看守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好的，领导。你可别叫我领导，咱俩差不多，你叫我陈凡就行。我这里还有几个朋友都是特种部队退役的，你们应该可以聊到一起，他们也都是喊我名字的。那好吧，我叫庄远，他们都叫我状元，你叫我什么都可以。好，状元，我们走，我带你去认识一下他们。随后陈凡就带着他们来到了研发中心旁边的宿舍。队长，你这么快就找到人了？一下招了这么多，这是有大祸了。我是这里的保安队长，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白狐、青鸟、泰山、孤狼，还有一个猎豹在外面站岗。这是庄远，王朝派来保护咱们这里安全的。以后你们就别管我叫队长了，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名字。初次见面也没准备什么，这个你拿着，方便联系。这是华为 P70 Ultra， 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就拿着吧，这个是我们在左下角云上大陆里领的，不花钱，里面还有苹果15 Pro Max 可以领呢。不花钱？不可能吧？是真的，左下角云上大陆和我合作搞活动，准备了8000台华为 P70 Ultra 和苹果15 Pro Max， 我检验过他们的资质，才跟他们合作的，不少粉丝都领到了。具体怎么领？你直接点我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升级苹果华为轻松领。还真有，那升级难不难？不难，我左下角是内部极速链接，挂机升级都比正常快10倍。如果还嫌慢，就用上礼包码，整个8块的首充，搭配私人女仆助理，3天就能飙升500级。苹果华为24小时包邮到家。我也去领一台。你好，我是白黄，兄弟来自哪个部队啊？96312，听陈凡说你们都是特种兵退役。是的。那怎么在这？这里给的工资高，待遇好，没事还能在这里玩玩真人 CS， 怀念一下部队的生活，挺好的。老白，你带他们先去看看宿舍吧，这2天带他们熟悉一下我们这里的环境。另外，最好派几个人去油漆厂，我估计那边也可能会有人去。是。白黄说完，就带着庄远他们去宿舍。来到宿舍后，庄远看着宿舍，眼中满是惊讶。这里的宿舍都是双人间，2个人一个房间，有各自的床铺和衣柜。白哥，陈凡这么有钱吗？给员工都住这样的宿舍？他赚钱是挺快的。陈凡的钱都是从哪里赚的？当他听到白黄说陈凡不光有这一个煤气罐厂，还有钢铁厂、化肥厂、油漆厂这样老厂，这让庄园有些更加奇怪了。兄弟，陈凡是怎么把你们招来的？我们不是他招来的，我们是王朝第3研究所的。王朝第3研究所？我们来是负责这里安保的。这里有什么是值得你们保护的吗？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任何人不能从这里带走任何资料。随后，白黄带着庄远来到研发中心。我们目前主要负责这里的安保，我估计你们应该也是，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值班。
好的，不过我们还需要把煤气罐厂和油漆厂也保护起来。油漆厂的情况我不知道，不过煤气罐厂就算了，那里安全的很。为什么？你跟我来就知道了。说完就带着庄远来到了煤气罐厂的院墙边上，看着这只有1人高的院墙，庄远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除了上面有好几个摄像头。怎么了？你不会觉得有几个摄像头就没人敢进去偷了吧？你可以过去试试。看到白黄没看好戏的表情，庄远疑惑地朝着摄像头又看了一会，依旧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于是小心翼翼地朝院墙边走了过去。请注意，您已进入监控区域，请立刻离开，否则将会受到惩罚。一直在小心靠近的庄远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不过当看到是监控器报警的声音之后，就没再理会，继续往前走。当看到是个玩具坦克的时候，庄远还被吓了一跳，在看清楚是一个玩具的时候，忍不住切了一声。切，就用这个吓唬人了。他这话才刚说完，那玩具坦克突然对着他，把庄远打得连连后退。我操，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猛？哈哈，你看你都这样，其他人根本靠近不了吧？这玩意确实厉害，不过我要是提前把它弄坏呢？弄坏了，他就自动报警，陈凡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其他人，就只有陈凡的话，他再又能怎样？你可以找他试试。难不成陈凡也是特种兵退役的？那倒不是。既然不是，那你为什么还这么说？算了，你都这么说了，陈凡肯定有两下子。不过这里还是要派2个人意思一下的。可以。从陈凡左下角领的华为 P70 Ultra， 客服已经问我地址发货了。新用户还有 iPad Pro 可以领，你再挂挂机也一起拿下了。没问题。随后白黄和庄远开始设置躺平。不远处国安的人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这个陈凡到底要干什么？之前也就才只有5个雇佣兵，今天又来了得有20个了吧？他不是知道有外国雇佣兵来这里找他的事情了，所以才招聘这么多人来，想要保护自己的。有这个可能。什么国外雇佣兵？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我问你，什么国外雇佣兵来找他？你们放手，我们是王朝的人。王朝的人，今天打的就是王朝的人。哎呦，我真是，你们这是违法的。这边的动静很快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很快青鸟他们那些人就跑了过来。怎么了？这2个家伙在这里鬼鬼祟祟的，还说什么雇佣兵来了。听到白黄说这话，青鸟立刻就想到他们在国外的事情，再联想昨晚外国人想要翻墙进去，就以为这2个人跟那个外国人是一伙，跟白黄对视一眼，压着他们2个人就往院子里走去。这2个人在外面鬼鬼祟祟的，嘴里还说什么外国雇佣兵。先把他们放开，我问问怎么回事。听到陈凡的话，白黄直接将那个人放开了。庄远看到白黄直接就放手了，有些担心的说道：“陈凡，还是找个东西把他们绑上吧，万一他们要是想对你不利的话。”老庄你就放心吧，就算释放他们2个动手，他们也不是陈凡的对手。你们2个人是什么人？我们是大夏王朝国安的人。国安的人来我这里干嘛？哼，你自己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吗？你们的证件呢？没带。没带你跟我装什么？给我打！别打了，别打了！你们来这里究竟是想干什么？外国雇佣兵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这里是监视你的。之前我们看到有外国雇佣兵在你这附近转悠。是昨天吗？不是，昨天晚上那个外国雇佣兵就开车到这附近，但是停了10几分钟就离开了。好了，你们走吧。以后想要监视我，可以直接来厂里看，不用在外面。啊？怎么了？你们不是想监视我吗？可以进来看看我在干嘛。我做的又不是犯法的事情，不怕看。你还不犯法呢？你不是都……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想到在国外做雇佣兵的确不犯法。你就这么让我们走了？你们都是国安的人，我不让你们走，难不成还留你们在这里吃饭吗？你知道我们是王朝的人，那你还让他们打了我们一顿。此时的他是敢怒不敢言，毕竟刚才是他说的没有证件，这也怨不得陈凡。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啊？回去跟头如实汇报。刚才那个人的话，你们也听到了。既然不知道那外国雇佣兵来做什么，只要他下次还敢来，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抓住。你就放心吧，只要他还敢来，我们一定让他走不了。你们先去忙吧。陈凡说完，白黄就和庄远他们都离开了。走到楼下，白黄突然对庄远说道：“你们先回去，我找陈凡问点事。”你怎么回来了？陈队，我们在国外做的那些事，不会真犯法吧？当然不会了。如果我们真的犯罪了，你觉得国安的人会只是监视我吗？我们刚一回来，估计就被抓走了。那你说他们为什么来监视我们呢？应该主要还是不大放心吧，毕竟我们国内做这个的比较少，王朝也不大放心。不犯法就行。白黄听完了陈凡的解释之后，这才放心的离开了。与此同时，在燕京某处一个会议室内，好几个肩膀上只有麦穗和星星的军人正气愤地讨论着一件事。一根阻拦索要1000万，他们怎么不去抢劫啊？龙国急需要航母阻拦索海市，找到漂亮国想进行采购，结果开出价格一根阻拦索1000万，让军部的领导们发愁。领导，3所电话，歼20的隐身喷气研发出来了。
他这话一说完，会议室里的很多人瞬间激动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你确定吗？统帅，这是3所所长的电话。穆所长，隐身喷气针的研发成功了。是的，统帅，我们已经进行几10次的试验了，效果非常好。根据我们在模型机上的试验结果，歼20的雷达反射面积只有0.027平方米。听到穆飞强的话，军部统帅十分高兴，同时他心里又非常的疑惑。你们是怎么研究成功的？统帅，这不是我们研发的。不是你们研发的，那是买的。差不多，这是我们在一家民营企业那里弄来的。民营企业？听到穆飞强这话，军部统帅人都被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斥巨资研发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成功的隐身涂料，竟然被一个民营企业研发成功了。是的，还是一家不大的民营企业。具体的事，我一回到您办公室里再跟您细说。我现在正在路上。好。挂掉电话后，军部统帅看到其他人都在看着自己。大家不用看我了，刚才你们不是都已经听到了吗？统帅，这里面不会有诈吧？一家民营企业研究这么做什么？你管他为什么研究这个呢？只要有不就行了。是，只要是我们王朝自己的企业就行。小穆，快给大家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呀，小穆，赶紧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吧，我都快急死了。各位领导，是这样的，1周以前，我们听说现在市面上有种车漆可以躲避高速雷达的测速，于是就让人出去购买了一些。经过我们的测试，这种车漆的确有躲避测速雷达的作用。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临城的一家小型油漆厂里生产出来的车漆，于是我就派了我们所的乔舰长去临城查看情况。这一看才发现，那家车漆厂已经开始将车漆中能够躲避雷达的材料提取了出来，这种材料被他们称为超材料阵的研究。乔舰长从他们那里要拿一些拿回来实验。经过我们的测试，这种材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研发的歼20隐身涂层材料。哦，跟他们商量一下，把这种涂料的技术买过来。统帅，买过来恐怕不行。怎么，他不愿意？那倒不是，只是听他说，这种材料是从众多的油漆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要是买下技术的话，恐怕也得建造一个油漆厂才行。而且我们的歼20需求量极大，如果单是为了提取这种隐身涂料，会造成极大的浪费。我们可以跟这个厂进行合作，让他们提取出隐身涂料后再卖给我们。这样我们既不用重新建造一个油漆厂，也能有隐身涂料。这个办法倒是可行，但这个厂必须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已经派人过去做安保工作了，只不过这个油漆厂的老板有点问题。他是个间谍？不是。是个罪犯？也不是。不是间谍，也不是罪犯，那能有多大问题？他是个雇佣兵。什么？雇佣兵？是的，不光是雇佣兵，而且还是头。只要能够保证他以后不跟国外那些人联系也就行了。可他还有别的问题。还有问题？什么问题？他还算是个军火供应商。啊？军火供应商？不可能，我们王朝对于武器管得这么严格，他从哪里弄的武器？总不能自己生产吧？军部统帅这话说完，就看到穆飞强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真是自己生产的？是的，只不过他生产的是煤气罐、钢材、化肥和油漆。听到穆飞强说的这些东西，军部统帅一脸的疑惑，刚要问这些东西跟军火有什么关系，突然脸色一变，因为他想起了前段时间迦南那边抵抗组织发起的红薯节，就是用的煤气罐改装的炸弹。你说的雇佣兵，不会是前段时间在迦南出现的那个叫战狼的佣兵团吧？就是他们，是国安的孙部长打电话跟我说的，他们那次出国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给迦南送的煤气罐。这件事我知道，他们的视频我看过，好像除了那个叫陈凡的队长之外，其他人全都是我们特种部队退役的。当时还觉得这几个小子有点意思，没想到居然还搞出了隐身涂料。统帅，那我们能不能跟陈凡合作？对于陈凡，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没有什么大问题。往国外卖煤气罐，就只是因为想赚钱而已。虽说煤气罐被改装成炸弹这事，他出了不少力，不过总体来说不算违法，甚至多少还有些符合我们的心意。毕竟很多事我们也不好直接出面。军部统帅都已经这么说了，穆飞强自然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了。那我回去就开始跟他正式合作了。可以，不过还是要谨慎一些，除了你们的人之外，再让国安的人暗中看着点。统帅，国安的人我看还是算了吧。怎么了？刚才我来之前，国安部长给我说，他们的人被陈凡发现了，还给揍了一顿。哈哈，这小子肯定是故意的。行，那就让你们的人多加小心吧。另外，尽快让陈凡加大生产量，我们可需要很多。切。说完，穆飞强就离开了。他走了之后，会议室的那些大佬们开始聊起陈凡了。统帅，既然陈凡的一个小小的油漆厂都能造出来隐身涂料，那我们何不把阻拦索的事放在民间的那些企业上试试呢？对呀，不都说高手在民间吗？不如我们就把民间那些相关的企业都叫到一起，让他们看看能不能研发出来。毕竟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这件事我看可以，周秘书，这件事你去操作一下。是，我马上去安排。
啊，对了，下通知的时候给陈凡也下一下。统帅，陈凡名下只有钢铁厂、煤气罐厂、化肥厂和油漆厂，并没有跟阻拦所有关的项目，叫他来没什么用吧？没事，我就是想趁着这个机会见见他。明白，我马上去安排。说完之后，秘书就走了出去。没多久，又从外面进来一个人。统帅，大英王朝的航母又过来了，而且派来一架电子战机、一架侦察机和2架 F-35战斗机，正在往我们国家的海域来。立刻进行拦截。这时候，有人打开了会议室里的大屏幕，屏幕中的雷达上有几个小点，正在快速的靠近。大夏王朝的战机也已经起飞前往。但是由于现在大夏王朝的战机还都是4代机，无论是在机动性还是作战半径和攻击能力，都跟大英王朝的 F-35都不是一个层面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英王朝的战机在前面耀武扬威。甚至在我方战机还没开始进行拦截的时候，就遭到了对方电子战机的强力干扰，不得不改变航向，进行远程喊话。这天，陈凡正在研发中心里跟员工聊自己对于无人机的想法，正说着话，陈凡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王哥，怎么了？电话那头的王凯旋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邀请函，面色古怪的说道：陈总，今天我接到了一张邀请函，想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那你就去呗，这个不用跟我说。可是这个会议是军部组织的，而且邀请函上写的还是你的名字，但是是我们钢铁厂的地址。军部的邀请函上面写什么内容了吗？没有，就说在延津要召开，想要让我们去参加。什么时候？后天。这么快？陈总，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应该没事，后天你跟我一起，咱们去看看。好。我只是把煤气罐卖往中东，结果被海军统帅约见。程防，你是怎么想到把煤气罐卖到迦南去的？迦南那边的人比较穷，肯定没有天然气，我觉得他们应该需要煤气罐，所以就在网上发布消息，试试看有没有人买。没想到还真有。所以你还专门告诉他们，煤气罐不能改装成为炸弹。统帅，迦南本就是一个王朝，可被以列王朝封锁了这么多年，迦南人想要反抗也是肯定的，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以及后代被人一直压迫着。你说的没错，但你要知道我们王朝对外的立场是不干涉其他王朝的事情的，你这么做会让人以为这是我们大夏王朝在支持迦南。对不起统帅，这件事是我之前没想到的，给王朝带来麻烦了。倒是没那么严重，现在的大夏王朝已经不是之前了，就算是别的王朝知道，也没人敢随便指责我们。更何况你卖给他们的只是一些煤气罐、钢材、化肥和油漆，这些都是民用物资，他们就算知道也不能说什么。嘿嘿，统帅，不知道您这次专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没什么大事，就是经常听别人说起你，想要亲眼见见你。有个事我一直没想明白。您说，你从来没有当过兵，之前也没出过国，但是你在迦南的时候表现却比那几个退役的特种兵还强，这一点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从小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一直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自己没事的时候经常瞎琢磨，而且我身体素质本来就好，加上头一次上真正的战场，就是瞎大胆，回来之后才感觉到后怕。陈凡先生您好，你粉丝在我们左下角领的手机准备发货了，发货名单发给您了，辛苦核对下，没问题我们就安排发货了。没问题，发货吧。不都说左下角是骗人的吗？怎么还有这么多人领到了？现在很多人都被外面的假福利游戏吓怕了，但左下角这个我亲自验证过了，你要是上线看不到领取界面，可以直接卸载。哦，那我现在去还有吗？上一批活动太火爆，已经领完了，但刚准备了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都打包好放左下角新链接了。挂机升级，喜欢哪个领哪个。升级会不会很难？放心，这个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升级。要想再快点，可以培养个手冲领的孙悟空，升级还能更快。那快教教我怎么领。你就认准我左下角的专属福利链接，3秒下载，注册后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好，我试试。对了，陈防，你觉得我们王朝需不需要发展雇佣兵？需要。就这样，陈凡和统帅聊了半个小时。在聊天中，海军统帅认可陈凡在海外做雇佣兵的做法。随后，陈凡和王凯旋来到了会议室，两个人的位置在会议室的最后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靠，我们坐在最后面也就罢了，永丰钢铁竟然坐我们旁边。永丰钢铁很有名吗？在我们省能排前10，就是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在我们前面进来开劳斯莱斯幻影那个。啊，这样牛逼的人竟然也只能坐在最后面。没一会，一个30多岁的人来到陈凡他们旁边，十分客气地对陈凡和王凯旋说道：“你好，麻烦让一下，我要进去。”陈凡和王凯旋两个人站起身给他让开了位置。那人坐下之后，看着王凯旋前面的百年实业的名字，想了一会儿，脑海中并不记得王朝内有这样一家钢铁企业，于是就问道：“你们好，我是永丰钢铁的秦其胜。”你好，我是百年实业的王凯旋。你们百年实业是在哪里？我们在临城。临城？
对，我们在临城乡下，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我们百年实业主要钢材、油漆、化工的出口生意。我旁边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老板陈凡。陈总，你好，咱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我也是临城的，以后常联系。秦总，其实我们只是一家很小的企业。陈总，您真是太低调了。我真不是低调。陈凡还要说什么？前面台上的人已经开始说话了。大家好，我是军部海军副统帅，今天请各位来，是想要跟大家……这位海军的副统帅在台上讲了有半个多小时，主要说的都是海军的发展、目前的情况以及困难，最后才开始说起阻拦索的事情。阻拦索虽然只是航母上的一个部件，但是这个部件却非常重要，是航母上飞行员的生命线，是我们维护王朝海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集思广益，把阻拦索这最后一个挡在我们面前的障碍清除掉。只要在场的任何一家企业能够研究出阻拦索，那这家企业就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而且还会成为我们海军的重要合作伙伴。他的话一说完，台下的一众钢铁公司的老板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此时陈凡感觉这个会议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有些无聊的就准备离开，可这个时候却看到一旁的王凯旋坐在那里发呆。王哥，你想什么呢？陈总，这个阻拦索要求的数据，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啊？你见过？我真见过，前段时间有个外国客户就来我们厂里下过这样的单。你说真的？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这种事我怎么敢开玩笑呢？之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当时这是我的第一个外国客户，所以我记得特别真切。当时他一口气下了100条的订单，一年要40条，每条40万。因为量少，价格高，所以我一口气就给生产了100条，现在还有60条在仓库里躺着呢。听到王凯旋这话，陈凡直接傻眼了。你那时候不就是一个生产钢材的吗？怎么会去生产阻拦堵这种东西呢？我这也是被逼的。现在的行情越来越差，钢铁厂那个时候已经半年没开出工资了，突然有一个这么大的订单找上门来，不管怎样我都得接了。那个时候我甚至想好了，就算是弄不出来他要的这个东西，也得先把他们的定金拿下来，给工人开工资。没想到我们工厂的几个工程师研究了2个月，就给搞出来了。那你快把数据发回去，看看一样吗？我这就问。陈凡和王凯旋的对话让一旁的秦其胜都惊呆了。他没想到连王朝都研究不出来的航母阻拦索，陈凡的钢铁厂竟然在半年之前就研究出来了。陈总，你们真研究出来了？秦其胜说这话的声音并不小，周围不少人都听到了。姐，这谁啊？口气这么大，这才刚发布出规格要求来，就说自己已经研究出来了。就是，估计就是个显眼包吧，规格都看不全就敢说自己已经研究出来了，想装逼也不看看地方，这是能随便装逼的地方吗？听到秦其胜的话，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嘲讽陈凡和王凯旋，甚至还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站起来，冲着台上的军部海军副统帅说道：“副统帅，这里有人说早就已经造出来阻拦索了。”这个人的话一出，所有人立刻看向了他手指的方向。哈哈，口气真是不小的。阻拦索这种神索要真是那么好做的话，军部还会让我们这些企业来一起研究吗？就是，这是哪家企业啊？想在这里出这样的风头，也不怕闪了自己的舌头。那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从刚开始的嘲讽，到后面直接开始人身攻击了。陈总，真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只是太惊讶了，我真不是想让你们难堪的。既然有人觉得我们是在装逼，那我今天就装给他们看看。这位同志，这种事可不是开玩笑的，你们真做出来阻拦索了吗？副统帅，我们正在核对数据，请稍等一会。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竟然连这种牛也敢吹。就是啊，他们这种小厂要是能够研究出来，我直接把厂给他。他们正在这里说着话，王凯旋的手机上来了一条消息：王总，这个规格跟我们之前给大英王朝做的那批绳索是一样的。陈总，你看，我就是说我们做过这样的东西吧。副统帅，您要的这种规格的绳索，我们在半年前就已经做出来了。你说真的？是的，刚才已经跟我们厂里的人核对过数据了。小伙子，现在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这是关系到我们王朝航母以及无数飞行员安全的问题。你真的能够确定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阻拦索吗？是不是阻拦索我不知道，但数据确实是一样的。陈凡这话一出，副统帅都被惊呆了，直接从台上走到陈凡和王凯旋身旁。你确定数据都是一样的吗？确定。你跟我来。程防，你说你的厂半年之前就造出阻拦索了，是真的吗？我们不知道那是阻拦索，不过数据是一样的。这左下角的华为这么快就发货了？当然了，你再接着挂机升级，后面还有更多福利呢。程防，你厂里数据和我们公布的数据一样就行。仓库里还有60条。60条，能现在开视频让我看一下吗？没问题。说完，陈凡就让王凯旋跟厂里的联系开启了视频连线，然后军部统帅就看到，在钢铁厂仓库的一个犄角旮旯里，一堆很长的钢丝绳堆在角落里，上面都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灰。这就是阻拦索。
是的，这是我们上一次制作出来的阻拦索，客户只要来40条，这里还有60条。当时你们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条？40万大夏王朝币。40万大夏王朝币？是啊，40万啊。你知道他们买回去卖给大英王朝的海军多少钱一条吗？不知道。100万大英王朝币，也就是将近600万大夏王朝币。600万，这也太黑了吧！当然了，这还是给他们自己军队使用的价格。卖给他们盟友的价格是150万一根，卖给白象王朝是300万一根。前段时间我们想要从他们那里购买，他们报价就是500万一根。这些大英王朝的人也太黑了。从视频上来看样是有些像，不过具体的还需要进行现场检测。这样，我跟3所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跟你们一起回去，对那些已经制造出来的阻拦索进行检测。程防，如果阻拦索通过检验，那你们的钢铁厂以后就是我们海军阻拦索的供应商了。这种阻拦索以后不能对外出售了，明白吗？明白。我让人护送你们去3所吧，希望你们能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统帅，您就放心吧，我只是一个民企，却把龙国的航母阻拦索难题给解决了。陈凡，这一次你可真是立大功了。我们向大漂亮购买阻拦索，他们竟然要500万美币一根。对了，你们怎么会制作阻拦索呢？乔建章问道。随后陈凡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跟乔建章说了一遍。乔建章听完之后愣了一下，然后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件事要是传出去，那大漂亮国的脸可就要丢尽了。他们把我们耍成这样，有什么好丢人的？乔建章正说着话的时候，王凯旋的手机响了起来，拿出来一看，竟然是之前那个委托他制作阻拦索的大漂亮的客户打。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他又给我们打来电话，怎么办？听到是大漂亮国的人打来的电话，陈凡眼睛一眯，让他接电话。王总，你好，我是之前跟你订了100根钢丝绳索的人。有什么事吗？我们上一次不是订了100条钢丝绳索吗？当时只要来40根，还有60根吧，你给我们发过来的。听到他要拿剩下的60根阻拦索，王凯旋就要拒绝他，不过却被陈凡制止了。他接过电话，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道：你好，我是陈凡，王总的公司已经被我收购了，现在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说。程总，之前我们跟王总订了100条的阻拦索，当时只给了我们40条，现在我们想把剩下的60条拿过来，顺便把这60条的尾款付给你。哦，这件事我没听他说过啊，而且合同当时是你跟王总签的，跟我们现在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王总的公司已经破产了，所以如果你想钢丝绳索的话，需要跟我重新签订合同。程总，既然您收购了王总的公司，那么他的公司合同你们也应该一并收购过来了吧？我们收购的时候，他的那个厂已经破产了，所以他们厂里的任何合同都无效了。好吧，那您给我一个邮箱，一会我把合同给发过去。不用，你之前发给原来总那个邮箱就可以了，他现在是我的厂长。好吧。大漂亮国的那个人挂掉电话后，十分恼火地对身边的人说道：这些大夏王朝的人真是太坏了，明明我们都已经给过定金了，现在居然跟我说原来那个人破产了，让我们重新跟他们签订合同。我看他们就是想要吞了我们的定金。哈哈，加布里尔，你跟他们生这个气干什么？不就是100万大夏王朝币吗？给他们就是了。我们这一次每条阻拦索可是要卖300万的，折合大夏王朝币那可是将近2000万一条，那100万定金根本算不上什么。是啊，还是赶紧跟他们签订合同，让他们把阻拦索给我们发过来吧。对，这是正事。那就便宜那些大夏王朝的人了。陈凡，这阻拦索可是国之重器，之前不知道卖给大漂亮国的人，也就卖给他们了。但是现在已经知道了，这阻拦索可是不能再卖给他们了。这个我知道。既然你知道不能卖给他们，那为什么还要重新跟他们签合同？直接告诉他们不卖给他们了，不就行了吗？那可不行，他们这么坑我们，我怎么也得想办法宰他们一下才可以。你打算怎么坑他们？你等着看就知道了。没一会，大漂亮国那边的人就已经把合同发送过来。当陈凡仔细看了一遍，内容跟他预想的一样，只是说订购一批钢丝绳索，没有具体的规格和型号。合同才刚收到，陈凡就接到了大漂亮国那个人打来的电话。程总，合同已经跟您发过去了。收到了，不过我这里有个问题。您说。是这样的，上次王总就是因为一次性给你们制造了100根钢丝绳索，所以导致了工厂资金链断裂，所以才把厂子卖给我的。这一次你们订的这100根，必须要先给我全款，我才能帮你们制作，否则的话，我就不接这个活了。听到陈凡的话，电话那头的头人愣住了，他也没有想到，能够研究出阻拦索的厂子，竟然会因为这个倒闭。就按你说的办，一会我就让人把钱打给你们。那个你就这么痛快的答应了？不先来我们厂里考察一下吗？你们厂我之前已经考察过了，我相信你就不过去了。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这一次我们一定保证质量，尽快给您把钢丝绳索做好。
那就好，这一批货要的比较着急，请尽快安排。没问题，你就放心吧。没一会，4000万的货款就已经打到了陈凡的账号上。王哥，赶紧安排一下，给我们的大客户制作钢丝绳。陈总，刚才不是说了吗？阻拦索不能卖给那些大漂亮国的人了。对啊，陈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之前你们不知道也就算了，但是现在知道了，如果再卖给他们阻拦索的话，那可就是犯罪了。嘿嘿，人家要的又不是阻拦索，是钢丝绳索。钢丝绳索我们还是可以卖的。哦，对的，他们合同里说的是钢丝绳索，那我们就给他们制作钢丝绳索。哈哈，到时候拿到货他们得气死。陈凡，你这么做难道就不怕他们告你吗？他们告我什么？告诉没把阻拦索卖给他们吗？他们要的又不是阻拦索。对了，王哥，这批钢丝绳索做的时候，外形要看起来跟阻拦索一样，这样一来，即便是他们拿回去，如果不用就看不出来，但要是用的话，他们要是敢用的话，那飞机就得冲进海里去了。随后，陈凡和王凯旋商量怎么把阻拦索以假换真去卖给大漂亮。经过几天的不断钻研，终于生产出可以以假乱真的阻拦索，只要用5次才会断掉，这样可以糊弄过去不被发现。很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给他们生产100根。好，那以后我们出口的阻拦索就都用这个标准生产。回到办公室里之后，陈凡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条建章，听完之后非常的震惊。陈凡，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还不简单吗？我们之前研究的时候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只要把之前那些失败的案例用的材料找出来就可以了。好，那就用这种型号的阻拦索吧，我这边会跟领导汇报的。你跟军部领导说，这一次我们至少要让大漂亮国的战斗机损失个10架8架的。如果真能让大漂亮国损失10架战机，那我一定给你请个功。3天之后，100条假阻拦索已经全都做出来了，当天下午就发了出去。你好，100条钢丝绳索已经发货了，你们准备接收一下吧。好的，我会安排人接收的。等这一批货到了，我们会再给你一个大订单的。半个月之后，装着假阻拦索的集装箱来到了大漂亮国的港口。采购这批阻拦索的是一个名叫威尔卡的大漂亮国公司。没多久，这家公司的经理让人将那个集装箱卸下来，但没让人把里面的阻拦索拉走，而是直接打印了一张出货单，然后又把这个集装箱装上了轮船运走了。经理，这下又白赚一笔啊！放心吧，今年的年终奖少不了你的。不过你的嘴可要严实点，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放心吧，经理，这件事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的。很快，那艘装载着阻拦索的轮船停在了小鹰子的港口。卸货后拉到了军事港口，把陈凡生产阻拦索准备安装在小鹰子的伊丽莎白号航母上。统帅，现在阻拦索已经到货了，现在正在安装。这次多少钱一根？每根200万大英王朝币。200万大英王朝币，这大漂亮国的家伙可是真黑呀！我们还是他们的盟友，竟然还卖给我们200万大英王朝币。统帅，这已经算是便宜的了。我听说他们卖给白象王朝的价格是500万大英王朝币，大夏王朝想要采购阻拦索，大漂亮国的那些人竟然报价1000万大夏王朝币。即便是给我们的价格便宜一些，但大漂亮国的那些家伙也能从中赚不少。等阻拦索换好之后，就把伊丽莎白号派去大夏王朝那边。大漂亮国已经不止一次的催促我们派航母过去了。统帅，我们虽然跟大漂亮国是盟友，但我觉得我们并不应该在这件事上跟大夏王朝发生纠纷。毕竟大夏王朝跟我们并没有直接冲突，他们还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每年从他们那里进口不少便宜的东西呢。我们或大漂亮国之间有共同利益，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让大夏王朝崛起后，那我们就连老二都做不成了。你按照我的命令去执行吧。大漂亮把我生产的次品阻拦索转手卖给了小英子，而我不知道，还在想为什么还没有大漂亮的战斗机冲下海里的新闻。难不成他们更换了阻拦索之后，就一直没有战机在航母上起降吗？这时陈凡电话响起了，拿起一看是乔建章的。陈凡，你们给大英王朝的那批阻拦索不会弄错了吧？绝对没有弄错，出货的时候是我亲自看着装车的。那这都快1个月了，为什么一直没有大英王朝战机坠海的新闻？我也在纳闷这个问题呢。难不成大英王朝的战斗机这段时间都没有起降？应该不会这么长时间不进行起降，也有可能是大英王朝故意隐藏了这个消息，我们再等等看吧。陈凡挂掉电话后，还在想着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电话就再次响了起来，竟然是维尔卡公司的人打过来了。陈总你好，货我已经收到了。之前跟你说过，这批货到了之后，我会再给你一个大订单。那真是太好了，我们那批货的质量是不是很好？非常好，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再次找你合作了。这一次你们要多少根？这一次我们还是要100根，我会根据之前的约定先把钱打给你的。好的，我这就安排人开始制作。挂掉电话后，陈凡心中有无数个疑问，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坠海的新闻被爆出来，甚至大英王朝还继续订了100条阻拦索。他将这件事跟乔建章说了一下后，
乔建章又给军部副统帅打去了电话，说了一下这件事。陈凡确定给大英王朝的那批阻拦索是有问题的吗？我已经问过陈凡了，不会有错的。既然如此，那就再给他们发100条阻拦索。可是统帅，现在大英王朝的航母已经在我们沿海转悠了好几天了，他们的战斗机起降没有100次也有70-80次了，可一架都没有坠海的。那就再等一等，说不定这艘航母并没有使用那些有问题的阻拦索呢。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新闻中依旧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大英王朝战机坠海的新闻。就在陈凡怀疑自己制作的那批阻拦索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日不落王朝的伊丽莎白号航母来到了大夏王朝周围的海域中，派遣1架战斗机、1架预警机去大夏王朝附近转悠一下，让他们知道我们日不落王朝来了。是。随着一声声令下，1架海怒舰载战斗机和1架预警机就从航母上出发，开始朝大夏王朝的海域驶去。另一边，大夏王朝早就已经发现了日不落王朝的航母出现在大夏王朝南部，在他们战斗机和电子战机起飞的同时，大夏王朝也从沿海的军事基地里起飞了2架。由于喷涂了隐身喷漆，所以并没有被日不落王朝的预警机发现。很快，那2架歼20出现在日不落王朝海怒舰载机驾驶员视野中。突然的出现把海怒舰载机的驾驶员吓了一跳。官司，我右侧出现了1架大夏王朝的战斗机。我这边也是，他们是什么时候靠近的？我的预警雷达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大夏王朝空军，你已接近大夏王朝领空，请立刻掉头。进入你们的领空又怎样？你们的战斗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有本事你来追我啊！在对讲机中说完，日不落王朝的舰载战斗机驾驶根本没有理会大夏王朝士兵的喊话，直接拉升了战斗机的高度，想要靠着他们舰载战斗机的高性能把大夏王朝的那2架战斗机甩开。可让他意外的是，他才刚把战斗机拉升到了一个高度，就看到一旁大夏王朝的战斗机也跟了上来。这怎么可能？该死，他们的战斗机什么时候机动性这么好了？你在说什么？哪有大夏王朝的战斗机？在更高的空中，预警机内的操作员看着雷达疑惑地说道：“法克，这么大的战斗机，你看不到吗？”战斗机驾驶员看着扭头看着一旁，大夏王朝战斗机上的5星都已经清晰可见了，而自己家的预警机竟然什么都没有看到。雷达上根本没有显示有其他飞机在你周围，你是不是看错了？你他妈的不会低头看一下吗？我们就在你的正下方。预警机上的人听到他这么说，透过玻璃往下看了一眼，发现的确有1架大夏王朝的战斗机在他们日不落王朝的战斗机旁边。我擦，真有1架大夏王朝的战斗机在你旁边，你赶紧把它甩开！我他妈的要是能甩开不就甩了吗？他们的战斗机不知道怎么了，今天机动性特别好，我根本甩不开。我知道了，我跟航母联系，让他们再派2架战机上来帮你。预警机上的人话才刚说完，就听到机舱内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同时好几个警灯在不停的闪烁。不好，我们被锁定了！什么？赶紧掉头，掉头！随后开始想各种办法甩开大夏王朝的战斗机，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那架大夏王朝的战斗机都一直稳稳地跟在他旁边。该死，大夏王朝的战斗性能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日不落王朝战斗机，你已进入大夏王朝附近空域，请立刻离开。喊完之后，见日不落王朝的战斗机依旧没有任何想要离开的意思，于是大夏王朝的战斗机从他的右侧突然再次拉升，在空中画了一个完美的圆圈后，直接来到了日不落王朝的战机后面。是你不想走的，那就别怪我了。说完，大夏王朝的战斗机驾驶员直接开启了火控雷达，很快就将前面日不落王朝的战斗机锁定。发现自己被锁定之后，日不落王朝的战斗机还想要甩开大夏王朝的战斗，可根本没有办法甩开，最后只能无奈的调转方向朝着远处飞去。该死，这肯定不是歼十，是他们的新型战斗机。我的情报人员都是干什么吃的？大夏王朝新型战斗机都已经投入使用了，我们的人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听着他在频道当中怒吼，伊丽莎白号的舰长也十分震惊。该死，我们被大英王朝的人耍了，他们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大夏王朝使用了新型战机。1个小时之后，日不落王朝的战斗机降落在航母上，航母舰长威尔逊开始联系大英王朝的航母舰长。大夏王朝使用了最新型的战斗机，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面对日不落王朝舰长的质问，大英王朝的舰长也是一脸的懵逼。他们使用了最新型的战斗机，我怎么不知道？你们不是刚在那片海域当中跟大夏王朝的战斗机有过接触吗？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难道说他们的5代机投入实战了？这不可能啊，他们的5代机还没有解决隐身的问题，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投入实战？哼，谁说他们没有解决隐身问题的？刚才我们的预警机都没有发现他们的战斗机。你说真的？当然了，这个我还能骗你吗？你们先在这里应付一下，我去我王朝的基地里补给一下就回来。我倒要看看大夏王朝的5代机究竟有多厉害，能把你们吓成这样。听到大英王朝的航母舰长有些瞧不起自己的样子，伊丽莎白号航母的舰长也有些生气，立刻在对讲机中喊道：15、16、17、18号战斗机准备起飞，出动1架双座战斗机，我要看看大夏王朝究竟在耍什么花招。
很快，伊丽莎白号航母上4架战斗机开始出发，就被大夏王朝的雷达监测到了。报告，伊丽莎白号航母上起飞了4架战斗机，正朝我空域飞来。战斗机立即升空拦截。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4架大夏王朝的战斗机从基地起飞，对日不落王朝的战斗机进行拦截。这一次，伊丽莎白号上的雷达也都全部开启，可在雷达上依旧没有看到任何大夏王朝战斗机的影子。您看到大夏王朝的战斗机了吗？看到了，大夏王朝有4架战斗机正在朝我们靠近。把他们战斗机的样子拍下来，另外全面测试一下他们战斗机的机动性。这次伊丽莎白号航母派出来的是他们日不落王朝最好的战斗机。日不落王朝的4架战斗机在空中使用各种高难度动作，想要甩开前来驱离他们的大夏王朝战斗机。可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大夏王朝的战斗依旧稳稳地跟在他们战机后面，时刻都将他们的战斗机锁定。报告，我们无法将大夏王朝的战斗机甩开，他们一直都在锁定我，请求撤离。伊丽莎白号航母的舰长在问了其他几架战斗机的情况后，发现其他几架战斗机的情况也都差不多，他们已经输了，而且输得非常彻底。你们都回来吧。日不落王朝的航母用了我的次频阻拦索，导致飞机降落冲进海里，对外宣称只是操作错误导致的。而这时乔舰长打来了电话，陈凡，副统帅说了，只要是那种阻拦索，大英王朝要多少就给他们多少。乔哥，军部真是这么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跟你透露一下。什么？你卖给大英王朝的那批阻拦索，被他们转手卖给了日不落王朝。这几天日不落王朝在我们王朝东部海域袭扰，结果一架战机坠海了。嘿嘿，过了这么久终于坠海了，不然我还以为我给他们的阻拦索是好的呢。放心吧，要真是好的，军部也会同意你继续卖给他们了。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这几天我得好好看看新闻，哈哈。随后陈凡拿起手机拨通了王凯旋的电话，王哥赶紧把大英王朝的新订单给他们生产出来，不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战机坠海，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怀疑到阻拦索上面的。王凯旋也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让工人连夜加班给大英王朝生产阻拦索。等这批阻拦索发过去之后，陈凡想了想，直接给威尔卡公司的联系人打了一个电话。你好，我是陈凡。陈总，你好，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还有2个月我们这边就要过年了，年后我们有一个大订单，半年之内可能无法继续给你们生产绳索了。我想着如果你们还有需要的话，可以趁着年前这段时间提前给你们生产一些。威尔卡公司的经理听到这话后，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是这样啊，我跟公司里的人商量一下，再给你回复吧。好的。怎么这个时候手机没电了？我给你去租一个充电宝吧。不用，用我另一台华为 Mate 60 Pro 就能充电。手机还能充电啊，这么高级呀！华为 Mate 60 Pro 遥遥领先呢，你喜欢可以去我左下角领台。要到处拉新助力吧？不用，乔大哥也领了台。都用包浆了。王总，你该不会再忽悠我吧？你看，这么多人都领到了，他们一开始也不信，不过想着免费的手机试试呗。结果从左下角进去，一打开就看到手机领取界面了。都是全新的国行新机，好多人抢都抢不到呢。居然还有苹果15。苹果15是我争取的最新粉丝福利，一人限量1台，下载的人都有机会领，也是从左下角进去下载，挂机升级，苹果、华为都任你选。感觉不太好抢啊。一点都不难，你现在登录还能领个上古神剑，3件就能秒 BOSS，2天只升500级，手机领到隔天就能到。我这就试试。威尔卡公司的经理挂掉电话后，就立刻给公司的其他股东说了这件事。这还用考虑什么？他们那里的阻拦索那么便宜，我们先买过来囤着就是了。对呀，除了我们大英王朝军部那边最近还需要一批阻拦索之外，白象王朝那边也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他们那边直接定了100条，还有其他王朝也需要买阻拦索。我看不行的话，就跟他谈一下，我们可以一次性多订一些，但是价格让他再给我们便宜一些。对，这个可行。我感觉也行，反正不管定多少，对于我们来说都不赔钱。可要是没货，那可就少赚不少钱了。威尔卡公司的几个股东商量之后，一致决定直接一次性从陈凡这里订购500条阻拦索。商量好之后，威尔卡公司的经理给陈凡打了一个电话。陈总你好，我把你这边的情况跟我们公司的股东说了一下，经过股东们商议，觉得倒是可以提前从你这里多订购一些阻拦索。不过什么？不过如果我们订购数量多的话，你这边的价格是不是可以便宜一些？便宜一些是可以的，不过这就要看你们能订购多少了。你要知道，我们更换一次制造设备很麻烦，而且我们这边如果一次性购买原料足够多的话，价格也会便宜。这样吧，如果你们能够一次性订购300条，我给你打95折，600条给你们打9折，1000条的话打8折，怎么样？陈总，如果我们能一次性订购2000条呢？你能给我们多少折扣
如果你们能一次性订购2000条的话，我这边也可以跟材料供应商压价格，我可以给你打7折。你稍等一下，我跟公司的其他股东商量一下。说完他就挂掉了电话，开始跟其他股东商量这件事。对于订购2000条阻拦索就能打7折这件事，威尔卡公司的那些股东连想都没想就直接同意了。随后威尔卡公司的经理就立刻给陈凡把钱打出。陈凡也没想到他们这些人竟然这么痛快，一下订了2000条阻拦索。王哥，大英王朝那边又订了2000条阻拦索，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些阻拦索给他们送过去，让他们用上，说不定还能让他们多几架战斗机坠海。可是2000条的话，我们根本生产不过来啊！虽然我们现在生产的是假的阻拦索，但生产工艺跟真的都是一样的，每天的产量也就几10条，2000条阻拦索至少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生产完，时间上怕是来不及了吧？1个月的时间确实有些太久了，按照他们现在的战斗机的起降频率，说不定现在又有战斗机坠海了，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给他们发过去。是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这样直接给他们普通的钢丝绳吧，反正这生意基本上也就到头了，以后他们也不可能再给我们订单了。直接使用钢丝绳，可是钢丝绳跟阻拦索的差距太大了，你不怕被他们看出来吗？怕什么？合同里写的本来就是钢丝绳，我们按合同给他们发货，有什么问题？好，那就这么办，我们仓库里还有30条之前剩下的，一起给他们吧。好，尽量最近几天就把货给他们发出去，只要他们接收了，剩下的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明白。王凯旋知道陈凡这是打算做一锤子买卖了，于是就叫来工人开始加班加点的生产钢丝绳。原本制作假阻拦索需要1个月的时间，但是制作钢丝绳就只用5天的时间。这天陈凡刚看完迦南打击以列王朝坦克的视频，就接到了一个国外的电话。原本以为这是非洲那边想要购买煤气罐的电话，没想到电话一接通，陈总你好，我是也门胡塞军部统帅叶黑亚，你的电话是法拉赫斯给我的，他说你可以帮助我们。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的，法拉赫斯说你在大夏王朝很有实力，我想请你帮我购买1批民用无人机，事成之后我会给你酬劳。听到对方说要无人机，而且还专门说要民用无人机，这在陈凡看来就是此地无银300两。你需要什么样的？续航100公里以上，载重10公斤以上的就行。如果有可能，我们希望能购买一些续航超过2500公里的，载重30公斤以上的无人机。续航2500公里，载重超过30公斤，这明显就是想要跨区域打击以列王朝啊！你说这种续航超过2500公里的无人机，暂时我弄不到。不过你要是需要的多的话，我可以想办法生产一些。哦，真的？我不保证，但我可以试试。那些100公里续航的无人机呢？这个半个月之内，我这里差不多就能生产出来，到时候可以直接发给你。那真是太好了，你把价格跟我说一下，我立刻安排人给你打钱。价格的话，我暂时还不能跟你说，因为我需要根据我们的成本来制定价格。等我核算好了价格，我再联系你。陈总，我们这边的情况你也知道，我们恐怕没有时间等你自己生产无人机了。就算我帮你们联系的话，这么大的量估计也得1个月才能发过去。我自己生产的话，也就1个月差不多就能给你发了。你自己生产不得新建生产线吗？1个月的时间恐怕连厂房都建不好吧？生产线我早就建好了，现在也已经调试好了。本来我准备先生产一些小型无人机的，不过如果你能有订单的话，那我可以直接帮你们生产。你自己有无人机的生产线，这个东西在大夏王朝这么好建吗？这个有什么不好建的？我们这都是民用无人机，王朝又不控制。陈总，你有个强大的王朝真好，相信你们也会强大起来的。陈总，谢谢你，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豪砸重金买设备开线，只为了生产无人机发往胡塞地区，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来掩护这些无人机出口。陈总，你有个快递，我帮你一起拿过来了。我可以用无人机投送快递啊！如果可以跟这些快递公司合作的话，那这个无人机项目就可以名正言顺出口了。王哥，你来的真是时候，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陈总，怎么了？你这几天有事吗？没事的话，跟我一起出去一趟。县里有个会，不过不去也行。那好，你准备一下，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下午我们就出发。我不用准备，什么时候走都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陈总，咱们去哪？去魔都。魔都？去那里干什么？我想跟这些快递企业合作研发一种送快递的无人机。送快递的无人机？对，我们需要研发经验和资金，他们需要更快的把快递送到客户的手上，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陈总，你不会就是刚才我给你送快递的时候，你才想到要跟快递公司合作的吧？是的。陈总，你这个想法虽然是好的，但是我们的无人机生产线才刚调试好，我们现在连一架无人机都还没有生产出来，他们恐怕不会想跟我们合作吧？这个我还没想好，我们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两个人开了7个小时的车后，来到了魔都，找了一个5星酒店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开车来到了通源总部，不过在门口就被前台拦住了。你好，请问你们找谁？你好，我们是临城百年实业的，我想找一下你们玉总。请问你们有预约吗？没有。您有什么事情可以先预约一下，我帮您转达，看看我们玉总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跟玉总谈一些合作，用无人机帮你们送快递。无人机送快递？对。要是无人机能送快递，那还需要快递员做什么？无人机怎么就不能送快递了？10年之前还没有快递公司呢。已经登记了，我会跟领导汇报的。如果领导想要见你们，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说完就气呼呼的不再理会陈凡和王凯旋了。从通源这里出来，王凯旋有些泄气。陈总，我们现在怎么办？先去下一家，看看大通和大运那边怎么样。当他们2个人来到大通和大运这2个快递公司总部之后，结果也跟在通源那边的遭遇差不多，光是一个前台就把他们2个人拦住了。陈总，我们连前台这一关都过不去，接下来要怎么办？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只能用一些其他的办法了。说完就拿出笔记本开始忙活起来。他直接通过黑客软件进入了通源的内部，然后找到了通源公司老板玉总的电话。找到电话后，陈凡在酒店里就直接给他打过去。你好，哪位？玉总你好，我是临城百年实业的陈凡。哦，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我们公司现在正在研发一种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大大的减少快递员工的工作量，提升配送效率，减少成本。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兴趣？无人机送快递，这个怕是成本不低吧？一架无人机的价格就已经比我们很多快递员的1年的工资还高了。现在我们的配送网络已经覆盖整个王朝了，暂时不需要。说完就直接挂掉了电话。他挂掉电话后，陈凡刚要继续找大通快递老总的电话，他自己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你好，你是百年实业的陈总吗？是我，你是？我是通源公司的袁咏春。听到对方是通源公司的人，陈凡很是意外，因为刚才通源的老总刚才已经明确拒绝了陈凡。哦，我刚才已经跟你们公司的玉总通过话了，他已经拒绝了我。听到陈凡被拒绝，袁咏春不仅没有失落，反而很高兴。我就知道他会拒绝，因为使用无人机送快递这件事，我之前就跟他提过，也被他否决了。陈总，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一趟深圳？深圳？去那里做什么？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在通源这里辞职了，准备去丰顺入职。丰顺有意想要搞一个无人机快递，我在丰顺就是主要负责这方面的。我也是刚才下楼的时候听到前台跟人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听到你来过这里，所以就要来你的电话。我觉得咱们2个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也认为未来使用无人机送快递是一种趋势。袁总，你在哪里？方便我们见个面吗？我刚从公司出来，今天是来办理离职的。你在哪里？我可以去找你。那真是太好了。陈凡将自己的地址告诉了他，然后说道：那我在酒店下面的咖啡厅里等你。好，我20分钟左右就能到。王哥，走，我们下去等着袁总。陈总，我觉得你还是不要预期太高了，这个袁总也只是一个高级管理人员而已，真要拍板还得看他们丰顺的老总怎么说。放心吧，我感觉这次问题不大。2个人来到楼下，在咖啡厅里等了10几分钟，袁咏春就到了。陈总，你好。袁咏春一进来就朝着陈凡这里走过来，这让陈凡很是意外。袁总认识我？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之前却听说过你。听说过我？对，我有个同学在王朝第3研究所，前段时间我们刚一起吃过饭，当时他跟我聊了很多，说最近认识了一个人，非常有才，还说那个人帮他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虽然他没说是什么问题，但我那个同学我知道，虽然看起来很随和，但眼界还是非常高的。被他这么推崇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你那个同学不会是乔建章吧？是的，就是老乔。对了，你能跟我说为什么他会这么推崇你吗？这个……看到陈凡迟疑了，袁咏春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东西，于是立刻说道：我听老乔说，你在家里用摄像头和玩具坦克就改造了一个茶大一体的院墙防御系统。那都是我自己弄着玩的。难怪了。对了，陈总，对于无人机送快递，你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最直接的就是以后在大夏王朝范围内没有偏远地区不包邮这件事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王朝现在不包邮的地方有6个省，这6个省人口总数加起来将近1亿。如果能够将这些地方包邮的话，那么我们的快递数量将会比现在增加1/5到1/3，这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而且无人机在大城市内也有非常大的作用，对于一些中大型包裹以及加急的快递件派送也非常有优势。你说的太对了，陈总，咱们2个人的想法真是不谋而合啊。就这样2个人越说越投机，不知不觉间就已经聊到了晚上。陈总，我们2个人的想法非常契合，这样你明天跟我去一趟深圳，我们签合同。袁总，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还是先去跟你们老总聊聊再说吧。你放心吧，我们老总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才把我从这里挖走的。
你明天就放心的跟我走，去了之后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袁咏春都已经这么说了，陈凡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第二天一早，陈凡和袁咏春就坐飞机前往深圳，找到丰顺的老总。王总，这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陈总。陈总，这是我们丰顺的王总。王总你好，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哦，我们坐下说。你的想法袁总已经跟我说过了，很符合我们丰顺的想法。不过有几点我想问一下，你的公司目前所有的产品都跟无人机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会想做无人机这一行？我觉得未来无人机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比如我们合作的快递行业、农业以及消防灭火、救人等等。你说的不错，不过你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跟无人机相关的产业，你如何保证你能够完成跟我们的合作？我虽然没有做过相关的产业，但我们对于无人机的研发已经有1年多了。这个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也有良很深的技术储备。目前我们的小型无人机生产线已经开始量产了，虽然在技术品质上暂时跟小江还有一些差距，不过我们价格也要比他们的低很多。不过我相信1年之内我们能够占据10%以上的市场份额，5年内跟小江平分秋色。刚才老袁跟我说了你对于无人机送快递的看法，我觉得很好。我们丰顺对于无人机送快递也是抱有非常大的期望的，而且老袁对你非常推崇，说你是一个不可多得人才。这样，今天我们先签署一个合作意向，然后让老袁去你那里看看，如果你们那里符合我们的要求，那我们就直接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好的，谢谢王总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王总，陈凡的百年实业虽然刚起步，但在一些行业里已经成为龙头了。几个月之前，陈总研发出来一种防刮耐磨的车漆，这种车漆一上市就立刻引起了轰动，现在已经在全国铺开了，目前供不应求。陈总真是年轻有为啊！不过无人机这个行业可是需要很多资金投入的。王总，我有一个研发中心，目前有700多人的研发团队，无人机研发团队现在有100多人。什么？我和丰顺签订大型无人机送快递合作协议，但为了扩大经销渠道，找到中东暗网的王艳，让其作为中间人售卖出去。这天晚上，我正想对无人机进行升级，桌子上的对讲机中传来了白黄的声音：“公狼，力豹，大门口来一下，我这里抓到一个可疑的人。”听到对讲机里的话，陈凡立刻从楼上下来。当陈凡来到研发中心大门口的时候，就看到庄远他们也已经来了，10几个将一个人围在中间。怎么回事？陈总，刚才我值班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形迹可疑，就躲起来观察，结果看到这个人想要从大门口翻墙进去，被我逮了个正着。大晚上的，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个外国人用西班牙潮语说道：“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是想要找个地方上厕所而已，就被他们抓起来了。”他以为在这种偏远的乡下，不可能会说这种小语种，但陈凡立刻也用西班牙王潮语说道：“你是听不懂还是装不懂？”陈凡一开口，那个外国人直接愣住了，他没想到在这种小地方，竟然还会有人说西班牙王潮语。我是想找个地方上厕所的。这都10点多了，外面也没人了，你哪里不能上厕所啊？非要翻墙找厕所？我是文明人，不可能随地大小便的。见他还死鸭子嘴硬，陈凡直接一拳打了过去。那个人没想到陈凡会突然对自己出手，下意识的就躲开了。他这一躲，白黄和庄远他们眼睛都是一亮。这小子会2下，躲得这么快，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不我们报警吧？报警他肯定不会说实话的。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陈凡，陈凡知道他这是想要审审这个老外意思。速度快点！收到，带着跟我走。白黄刚说完，孤狼和泰山2个人就将那个外国人架起来，朝外面走去。陈总，这样做有些不妥吧？没事，这家伙可能就是前段时间来的那个人，可能是想要偷配方的，不审出来，我不放心。那我过去看看，顺便帮他们审一下。庄远离开之后，陈凡也回自己的办公室了，心里想着怎么让无人机不用卫星导航这件事，于是联想到门口的查打一体系统，刚想把源代码修改一下输入到无人机中，这时白黄他们带着那个外国人从外面进来了。陈总，这几货已经全吐出来了。陈凡看着那个表面上看起来身上没有任何伤口，但眼睛里却充满了恐惧的外国人问道：“你们是怎么审的？他身上怎么一点伤都没有？”嘿嘿，陈总，别的我不敢说比你强，但在这方面我们可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表面上虽然没有伤，但也遭了一些罪。只不过这个家伙的骨头太软了，我都还没开始发挥，他就已经全都招了。这个是来这里干什么的？这家伙就是想要来偷我们车漆配方的。谁派来的？通用。我知道了，状元，你联系一下国安的人，让他们来把这个家伙带走吧。好。1个小时之后，院子里来了5、6辆警车，还有2辆便车，将那个外国人押着上了警车。陈总，这个人我们带走了，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好的，辛苦了，这么晚还让你们跑一趟。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说完，那个人就回到了车上，车上还坐着2个人。你们不下去跟陈凡打个招呼吗？听到他这么说，那2个人都是一脸的尴尬。他们2个人就是前段时跟踪陈凡的那2个国安的人。陈总，鉴于现在这种情况，我准备再跟所里说一下，再派些人过来。怎么你们人手不够吗？还要派人？
涂料的事，石大师，我准备把这里这个厂和研发中心，以及油漆厂和钢铁厂都进行全方位的安保，确保以后不会再次出现类似的事情。那就辛苦你了。没事，跟你为王朝做了那么大的贡献相比，我这根本都算不上什么。第二天，陈凡给了统帅打了电话过去。由于想把隐身的涂料用到无人机身上，加上前段时间和大夏王朝签约了，要获得批准才敢出口给胡塞。你好，我是陈凡。陈先生你好，统帅正在开会，稍后我给你打过去。好的。挂掉电话后，军部统帅的助理因为不知道陈凡找军部统帅有什么事情，所以还是来到会议室，在他耳边小声的说道：“统帅，刚才陈凡给您打电话了，没说什么事。你给他打过去吧。”是。统帅开完会了？没有，不过统帅想要跟你通话。小陈，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统帅，有件事想要请示一下您。什么事？也门胡塞从我这里定制了一批无人机，我想给他们这批无人机上喷涂上隐身喷漆，这样可以减少无人机被大英王朝发现的几率。你就这么想帮他们？统帅，也门位置在红海与亚丁湾中间，他们可以通过控制这里，阻止大英王朝给以列军运送武器弹药，可以极大的减轻迦南那边的压力。那你说说看，以列军为什么会进攻拉法？随后陈凡说出自己的想法。你还没回答我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想帮助迦南人？可能是因为我们大夏王朝曾经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吧。网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因为我们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哈哈，我以为你只是因为想赚钱呢。赚钱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没想到你还挺诚实。小陈啊，你们是民营企业，只要不危害我们王朝，没必要跟我汇报。谢谢统帅。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不用谢我。是，我明白。你们觉得陈凡这个小家伙怎么样？这小家伙不错，头脑灵活，思路清晰，要是在我们军部经过培养，一定是个好苗子。我可是听说他那个煤气罐厂差点倒闭了，就是因为他想到了卖给中东，才让厂子起死回生，而且还赚了不少钱。这小子还是十分鸡贼啊！他是靠自己慢慢在网上发帖，一点点的让那些中东人明白煤气罐作用的，而且卖给他们的时候还一直强调煤气罐是民用的，但给他们的价格却是正常煤气罐的10倍，根本就是当成军用武器的价格卖的。他还有一个雇佣兵团，随着我们王朝在国外的利益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他的雇佣团作为试点，毕竟很多事情我们不方便直接出面。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其他大国都有自己的雇佣兵体系，像是罗斯王朝，他们的瓦格纳就出力不少，使用雇佣兵作战的好处非常多，我觉得可以考察培养一下。不，可以看得出来，陈凡这小子人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可以考察一下他。既然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那就先看看那个小子自己能折腾成什么样吧，顺便考察一下他，如果可以，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给他一些任务。这时胡塞叶海亚给陈凡打来电话，要订购无人机。陈总，无人机我们想要订购3000架。3000架？我发哪里？我会给您一个地址，您发往阿蛮就可以，然后您再给我一个卡号，我把钱给您打过去。好，老叶，你是我的大客户，本来我应该给你便宜一些的，但是这批无人机是我专门给你们定制的，不仅具有防雷达的作用，还可以在不用卫星定位的情况下锁定目标，而且还有一个独特的飞行方式，能够尽可能的降低给阻拦的风险。所以，陈凡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那头的叶海亚已经被他的话给惊呆了。他没想到无人机还能够防雷达，不用卫星定位，还能够躲子弹。陈总，你刚才说什么？能够防雷达，不用卫星定位，还能躲子弹？这是真的吗？我的天啊，你怎么可能造出这样的东西来？抱歉，我不是在质疑你，只不过我有些不敢相信，这样的无人机现在放眼全世界，应该没有人能够做得出来吧？包括大英王朝在内，他那里也没有这样的无人机。大英王朝确实没有这样的无人机，因为他们用不到，他们自己家有卫星，随时可以用。但是如果你们用的话，他们可以随时切断你们的信号，到时候你们的无人机就可能像是一个无头苍蝇一般掉入海里。陈总，谢谢你，我们一定会回报你们大夏王朝的。那我也先谢谢你了。大英王朝使用我生产的次品阻拦索，导致一架 F-181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直接坠海，机上1名驾驶员丧生。看到这个新闻，陈凡一愣，哈哈，终于坠海了。这时尼米兹级航母已经停在倭王朝的大英王朝军事基地了。此时航母舰长正跟航母上的一众军官开会。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副舰长，你牵头成立一个调查组，立刻回去给我调查，3天内我要知道这次事故的原因。是。就在大英王朝展开调查时候，丰顺的高级副总裁袁永春已经带着公司的一行人来到陈凡这里进行考察。陈总，上次你还说你们是一家小公司，我看这规模也不小吗？没有，我们就是一家小公司而已。这里是我们的研发中心，要不我先带你过去看看。好，那请跟我来吧。
说完，陈凡就带着袁咏春他们一行人来到研发中心。刚进入大厅就被庄远拦住了。陈总，他们这是丰顺公司来我们这里考察的，他们有个项目准备跟我们合作。不过陈总他们这么多人，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检查。这个……你好，我是王朝第3研究所的庄远，我们奉命对这里进行安保，还希望你能够配合。王朝第3研究所的士兵？是的，没问题，我们一定配合。大家排一下队，我们配合一下这些同志进行安检。哼，什么还要对我们进行安检？哈哈，就是一个研发中心而已，真当自己是什么保密单位了？袁总，我看他们就是没把我们放在心上，我看我们还是走吧。错，厂子不大，事不少，还想检查我们，这不是欺负人吗？就这种态度还想跟我们合作？走，不考察了，我们王朝比他们大的企业多了去了，我们去哪也没人要给我们做安检啊。大家就配合一下吧，就跟我们去机场过安检差不多。袁总，去机场过安检那是国家规定的，所有人都要这么做。可这是机场吗？为什么进这里还要过安检？我看他这就是纯瞧不起我们，故意做给我们看的。对，一个小民营企业还搞这些表面的东西，这样的企业我们不合作也罢了。眼看着那些人都不愿意配合，袁咏春和陈凡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时候，庄远从怀中掏出自己的证件。这里虽然不是机场，但也是保密单位，我是王朝第3研究所的，这是我的证件。百年实业是我们王朝第3研究所的合作单位，不管谁来，想要进去都必须进行安检。庄远这话一出，袁咏春带来的那些人立刻傻眼了，谁也没想到，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竟然有王朝第3研究所的合作单位。他竟然还是现役军官。这话一出，那些人没有人叫嚣，一个个的开始进行安检，来到无人机研发中心部门。陈总，这是丰顺的袁总，他们来考察我们的无人机研发。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无人机的研发中心。经过3个小时的讲解和演示，参观，陈凡成功和丰顺签下合作。这天，陈凡准备去吃饭，在走到一个工位上的时候，就听到一个人对着电脑说道：“帮我写一个定位矫正程序。”说完就直接起身离开了，因为他周围已经没有别人了。陈凡很好奇他这话是跟谁说的，于是就走过去看了一下，发现他的电脑正在自己写代码，这可是把陈凡给吓了一跳。于是坐在他的电脑前看了一会儿，等这个程序把那个定位矫正程序写完后，陈凡开始在他的电脑上进行查看，发现这个人的电脑上东西很多，看电影的软件，听音乐的软件，看小说的软件，甚至还有网络游戏。这哪是在上班啊，明显就是在摸鱼啊，而且还是这么光明正大的摸鱼。程总，33号工位上这个人叫什么？宋文斌怎么了？他平常不用工作的吗？电脑上不光有看电影的，听音乐的，看小说的，甚至还有网络游戏。你就是这么管理无人机研发中心的吗？对不起，陈总，这是我的失职，下午我就开会说这个问题。老程，咱们是个创业公司，如果大家都像他这样，那这公司还怎么干？他平时工作业绩怎么样？如果垫底就直接开了，这种风气不能在我们公司里蔓延下去。陈凡想要杀鸡儆猴，拿这个宋文斌开刀，可没想到程天瑞却说道：“陈总，宋文斌这个人虽然比较懒，但却非常聪明，每次布置下去的任务，他基本上都是第一个完成的。”程天瑞的话让陈凡非常意外，他没想到一个上班时候看电影、听音乐、看小说，甚至是玩游戏的人，竟然每次都是第一个完成工作任务的。每次都是他第一个完成的？是的，而且完成的还不错。好，我知道了，一会等他吃完饭，你让他来我办公室一趟。好。挂掉电话之后，陈凡在桌面上开始找那个程序，很快陈凡心中便有新的计划。陈总，你找我？叫你来主要是想问一件事。陈总，我所有任务都已经完成了，没事的时候我才玩一下的。如果你要是认为这样不行，要把我开除的话，我也认了。我叫你来不是因为这个，那是因为什么？我想成立一个新的研发中心，让你来领导，你愿意吗？我愿意。陈总，咱们这个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是要继续开发我现在的这个程序吗？不是，你那个程序只不过才刚沾了一个人工智能的边。我想研究的方向是主要是人机交互，让机器可以听懂人的话，并且根据人的命令进行模拟人类思考的方式，解决和处理问题。紧接陈凡给宋文斌讲解接下来人工智能的开发与思路。陈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说这种人工智能做出来的。我相信你可以。明天开始，你先去我在无人机研发中心的办公室办公。员工的话，我们再进行一次招聘，尽量不要用现在无人机研发中心的人。另外，我准备在现在的研发中心后面再盖一座研发中心，等新的研发中心建成后，你们再去那边。好，那我先回去工作了。宋文斌走后，就接到了程天瑞的电话。陈总，第一批无人机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发货？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挂掉电话后，陈凡接着给叶海亚打过去。陈总，你给我打电话是无人机的事情搞定了吗？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货。
真的？那太好了，一会我就让人给你打钱过去，你立刻帮我发货，越快越好。这么急？那边的局势很危急吗？是的，我们的兄弟现在已经损失了大部分战斗力，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在这边给以列王朝压力的话，那么他们那边很有可能会坚持不住。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安排人发货。好的，真是太谢谢你了。挂掉电话后，陈凡直接联系了集装箱货运车，然后下楼来到无人机仓库里查看。陈凡的手机就来了提示：您的大夏王朝银行卡输入大英王朝币30亿。1周之后，也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要进攻所有一切跟一列王朝有关的船只。我们只是针对于前往以列王朝的轮船，同时我们保证不会攻击任何大夏王朝以及其他王朝船只的正常航行。看到新闻中叶海亚的话，陈凡这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会说要报答他了。新闻发布会召开的第2天，他们就开始正式行动了。当天就有3艘前往以列王朝的运输船被他们扣留了，还有1艘因为抗拒他们登陆，直接被他们击沉了。对于也门武装突然拥有了打击运输船的能力，大英王朝很是意外，在断掉了这个地区 GPS 信号的情况下打击的，还能遭受到攻击，这就让大英王朝摸不着头脑，他们这些无人机是从哪里弄来的？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拥有了这么远续航的无人机？我把无人机买给也门胡塞，把大漂亮的爹以列王朝的商船给炸了。胡塞的无人机，大漂亮统帅想不明白他们哪里弄来的。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拥有了这么远续航的无人机？统帅，当务之急是派军舰过去保护我们的运输船。以列那边弹药的消耗非常大，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给他们进行补给的话，他们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对啊，统帅，我也觉得我们应该派军舰过去，让也门那些人老实一些。不光要派军舰，直接派一个航母战斗群过去，我不信这样也门那些家伙还敢攻击我们的运输船。统帅，那他们要是真敢的话，我们要不要直接反击？哼，必须给他们沉重的打击，让他们也让其他王朝的人看看不听我们的话的下场。是。会议结束之后，大英王朝就直接从大夏王朝周围调走了一个航母战斗群。这天，大英王朝的航母舰队才刚来到了也门附近的海域，本以为有1艘航母坐镇，还有护卫舰潜艇等数十艘军舰在这里，也门武装就不再敢再对他们的货船拦截了。可没想到，他们前脚刚来到这里，后脚就有商船开始向他们求救了。因为有了大英王朝航母舰队的支持，那艘货运船直接不理也门的检查要求，结果就是也门动用了几架无人机和10几发导弹打过去。虽然这些无人机和导弹最后全都被大英王朝拦截，但看到也门武装竟然动真格的，陈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了。这个时候，他正在公司食堂里跟程天瑞一起吃着饭。陈总，这也门武装还真是硬啊，竟然真的跟大英王朝硬刚了。新闻上说他们动用了10几枚导弹，还有几架无人机，可惜都被大英王朝给拦截了。是有些可惜了。说这话的时候，陈凡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因为这批无人机是专门给也门定制的，不光用上了隐身涂层，还专门设定了一个特殊的行进路线。来，陈总，我看着他这无人机的飞行轨迹，怎么跟咱们设计的那些有点像呢？像吗？有点吧。简单的吃完饭后，陈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拿出电话给叶海亚打了过去。陈总，打电话有什么事吗？我打电话想问一下使用情况，看看需不需要进行售后。售后不用。我看新闻上说你们昨天动用的导弹和无人机进攻，结果都被大英王朝拦截了。是的，昨天我们一共发射了12枚导弹，4架无人机都被他们拦截了。有没有相关的视频？我想看看是怎么被拦截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这里可以帮你们再做一下升级。不用，现在这样就非常好用。陈总，虽然你的那些无人机都被拦截了，但那也是被他们的近防炮拦截的。在这之前已经躲过了2轮拦截导弹的拦截了。要知道1枚拦截导弹的采购价就300万大英王朝币了，2枚就是600万，加上他们近防炮使用的弹药也得几百万大英王朝币。也就是说，拦截一次无人机他们就要花费近千万大英王朝币，而我们的无人机也才100万，我们赚大了。更何况这样大量的消耗弹药，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得回去补给。这个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好了。可是大英王朝的财力要比你们强得多，你就不怕他们跟你们硬耗吗？耗，硬耗我们一点也不怕，我们用100万换他们1000万，他们耗不起。而且根据我们的情报，他们现在库存的拦截导弹也并不是很多了，很大一部分之前都已经送去以列王朝了。那就好，我本来还有些担心你们看会扛不住呢，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接下来的几天，陈凡依旧每天都去研发中心，直到这天陈凡接到了王艳的电话。弟弟，想姐姐了没？王姐，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你那边不忙了？忙，当然忙了。现在中东都已经快要乱成一锅粥了。那你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我来大夏王朝了，就在你们临城，给我1个的知我去找你。来临城了？你怎么不早说啊？我去接你啊。我时间不多，临时决定来这里的，晚上就要走。我过去看你，顺便把合同签了。好，我这就给你把地址发过去。挂掉电话后，陈凡把地址给王艳发了过去。不到半个小时，陈凡就听到外面有动静，从办公室里出来一看，发现天上一架小型的直升飞机整装。我擦，这是真土豪啊，竟然开飞机来！
这玩意又不值钱，你要是想要，姐姐送你一架。还是算了吧，你给我也没地方放，还不如开车方便。带我去看看你的无人机生产线。好。说完，陈凡就带着王艳来到了无人机生产车间。王姐，这就是我的无人机生产车间，目前有2条生产线，一条是小型无人机的，续航在几十公里，负重10几公斤，还有一个是续航100多公里，负重50公斤以上的大型无人机。你还有大型无人机？怎么了？你这大型无人机是干什么用的？主要用于农业、消防救援、灭火等等。听到陈凡的话，王艳一脸不相信的看了他一眼，不过也没有反驳，只是问道：这种无人机能卖给我吗？应该可以。这种无人机每天有多少产量？500架。你小子可以啊，我说怎么让你加入暗网你不来呢？原来你是有功赚钱的买卖。弟弟，你这无人机工厂的效益怎么样？需不需要姐姐入股啊？你负责生产，姐姐负责销售，姐姐给你投5000万，只要10%的股份，你看怎么样？谢谢王姐的好心，不过我暂时不需要投资。我知道王姐是真心想帮我的。这样，咱们之前说的是给你3个点的提成，我给你加到5个点怎么样？臭小子，连你姐姐都不放心啊！行吧，看在你给我5个点的份上，我就答应你了。我们签合同吧。签完合同之后，陈凡看着王艳问道：王姐，你什么时候走啊？怎么，这才刚签完合同就想赶我走了？那不是，我想着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我想请你吃顿饭感谢一下你。好啊，我晚上现在才下午4点，还有5个小时，不管做什么都还来得及。哈哈，看把你吓的，姐姐还能吃了你不成？走吧，我可要吃好吃的。没问题，我带你去吃我们市里最贵的餐厅。弟弟，好餐厅里的那些东西，姐姐早就吃腻歪了。你们这里就没有什么特色的东西吃吗？特色的东西也有，不过就是麻烦点。麻烦点没事，好吃就行了。王姐，我们这里的炒鸡非常出名，要不你试试？炒鸡那个能有多好吃？有句话叫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离开临城，说的就是我们临城的炒鸡好吃，尤其是用地锅炒的走地鸡，味道非常好。好，那我就尝尝，哪里有？我们自己做，跟我走。说完，陈凡就带着王艳来到后山。王姐，这片山被我承包了，我在这里山上养了鸡和猪，都是不吃饲料的，保证好吃。可以，可以。那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抓一只。说完，陈凡就进去开始抓鸡。只不过这些鸡从小就在山上到处跑，要抓住它们十分困难。王艳看着陈凡在不远处追着一只鸡到处跑，笑得都直不起腰来。哈哈，弟弟，你到底行不行啊？要是真抓不到，咱们就不吃了。男人哪能说不行呢？说完，再次朝着那只鸡追了过去。10几分钟之后，陈凡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可却连一只鸡都没抓到。王艳站在一旁，一直笑呵呵地看着陈凡。弟弟，你休息一下吧，让我来。我看你还是算了吧，我都抓不到，你还穿着高跟鞋就更不可能抓到了。我那也不一定哦。说完，王艳就朝陈凡这里走了过来。当他距离那只鸡还有3米远的时候，突然一甩手，陈凡什么都还没看清楚，就看到自己面前的那只鸡突然倒地了。你看，我能抓到吧？我靠，你怎么不早说你还会暗器啊？害我差点被累死了。说着话，陈凡过去把鸡捡起，仔细查看了一下，发现在鸡头上有一根针9针粗细的钢针。王姐，真是看不出来啊，你的身手居然这么好。弟弟，你说什么呢？姐姐的身手只对坏人有作用，对你来说，姐姐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而已。把鸡抓回来之后，陈凡拿去餐厅让厨师收拾了一下，然后又从餐厅里拿了一些蔬菜和调料过来。很快，陈凡就做好了8菜1汤，然后又拿出一瓶好酒，两个人在陈凡的办公室里喝了起来。王姐，这杯酒祝我们合作愉快，这一杯祝你工作顺利，步步高升。这一杯，陈凡他们用的杯子是那种很小的杯子，一口一个刚好。王艳此时也非常爽快，跟着陈凡一口一个，两个人边喝边聊。没一会，王艳喝醉，陈凡就把她扶到了沙发上。真是个要命的小妖精啊！要不是你现在已经喝醉了，我不想趁人之危，不然今天非得把你就地正法了。